我上班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好像是和你参加同一档节目的一个小丫头说的，你看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拥有一样东西就相当于多了一个零，但如果这个一没了，拥有再多也是没意义的。太可笑了，我竟然还没一个小孩子看得通透。还有这个00后小伙子，我之前看他挺不顺眼的，现在想想，我跟他真的没法比。老公，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对吗？会的，一定会的。这又是谁骂我了？经过这几天的直播，骂我的人更多了，真不错。看着那些群情激昂的评论，秦轩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对于那些喷子，他完全懒得正眼看待一下。今天抽到的系统奖励是狮王雄风，南北两派的武士绝技都被我一个人悉数掌握。可这有什么用呢？节目组明天让带着孩子看庙会不假，可那庙会已经没落的不成样了，武士队更是已经3年都没有出现了。系统奖励我这个技能，难道还想让我买上一身狮头狮皮狮裤去撂地表演？不想了，玩会手机吧。就在秦轩打开游戏的时候，一个 ID 名为大黄蜂的好友申请发送了过来。秦轩，我是陈峰，你怎么把我删了？上次是我没发挥好，这次我带你飞。嘿，陈峰这是够闲的，干嘛天天粘着你？他不会不喜欢女生吗？大哥，你可别乱想了，陈峰都结过婚了，人老婆不仅漂亮，性格也好，对陈峰更是一心一意的。那他更是闲的，有这么好的老婆还总来骚扰你。哈哈，大哥，我感觉到了你的哀怨，咋地也想找对象呀？那谁不想，就是没时间认识新的女生。那好说呀，你去新域看看，平时有时间就刷刷。陈峰那对象也是上面找的。啥新域啊？就这个专门找对象的，你看上线了就会给你匹配附近几百米单身美女，一个个的不仅长得漂亮，身材条件都不差，你喜欢哪种美女都有，美女的照片资料都是真人认证过的，多高多大清清楚楚，真是靠谱。可是我不会说话，能在上面找到对象吗？放心，上面都是女追男，美女喜欢你就会跟你打招呼，你看这一上线就有10几个美女给你打招呼，根本回不过来，你就赶紧点左下角下的多看看，找个女朋友还不是分分钟的事。行，回头我也试试。我信你个鬼，你管0-18将没发挥好。转眼天明，知道今天要去看庙会，球球和秦轩都起了个大早，朝庙会而去。爸爸，这就是庙会吗？怎么这么冷清呀？小丫头的脸上写满了失望。秦轩虽然知道这庙会已经落寞不堪，可真正看到现场的冷清，心情也是有些小失落。爸爸，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走，爸爸带你去逛逛。牵住球球的小手，一大一小朝着庙会里走去。由于年代久远，秦轩已经不知道这个庙会的庙到底是什么庙，只知道每年的这一天，武士队都会出来表演，寓意着驱灾辟邪，祈福吉祥。爸爸，你是说这里之前会表演舞狮吗？没错，那舞狮可好看了。那舞狮那么好看，怎么现在不出来了呢？因为秦轩的话还没说完，鼓声就响了起来。只见一辆车和2头披红挂彩的舞狮正朝着庙里走来。那头大的舞狮是双人舞狮，高大威猛，巨大的狮头做得很是精致灵动，而那个小的舞狮是单人的，看起来有些呆萌。大狮子在前开路，摇头摆尾左窜右跳，小狮子则显得有些笨拙，乖乖的跟在大狮子的后边。2只狮子的后边有时一辆小皮卡车缓慢行驶，司机是一名中年妇女，上面敲鼓的赫然是一位白发老奶奶。爸爸，那是舞狮吗？球球兴奋地朝着那2个舞狮跑去，秦轩也紧随其后。庙会上那些稀稀拉拉的人也纷纷开始聚集过来。哇，好厉害！似乎是听到了球球的尖叫，那头大狮子猛然转头，一个跳跃来到了球球的面前，随后小狮子也凑了过来，用力地在球球的面前表演着。不过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舞狮的身上时，秦轩的目光却是落在了皮卡车上打鼓的老奶奶身上。她怎么哭了？球球姐，有3-4年没见了，今年这是怎么了？是高调复出还是最后的演出？陈峰随口说着，但秦轩却是听得一皱眉。不过最终他也没多想，倒是球球和陈子涵2个小丫头兴奋地跟着舞狮跑着，开心极了。不过那一大一小的舞狮刚走出不远，一个年轻的妈妈就抱着孩子从人群中走出，满含热泪地跪在了2只舞狮的必经之路上。病魔缠身了，走投无路了，拜托了。这一幕直接看呆了现场所有人，就连一大一小2只舞狮也愣在了当场。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大舞狮的狮尾忽然开口了：驱邪避凶，祈求吉祥平安，也在舞狮的寓意之中，听我的，围着他绕上3圈。好。脚下的步伐转动，威武雄壮的舞狮就朝着那一对跪在地上的母子冲了过去。若有他法谁求仙，只因无路才跪天，天让神师下凡间，祝你母子渡难关，过难关。大吼之下，现场的嘈杂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2只舞狮脖子上的铃铛发出哗啦啦的清脆声，转了3圈，2只舞狮继续朝着广场进发。而原地跪在地上的那对母子过了好一会儿才起来，他们离开的很是仓促，但刚刚那年轻妈妈的下跪还有无助的嘶喊
却是让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幕也恰恰被刚刚来到现场的张健看到，他牵着萌萌的手，忽然加了一分力道，为那个年轻妈妈和她的孩子默默祈祷的同时，也庆幸自己的改变。有些病魔是无法避免的，只能硬着头皮面对，可让孩子以什么样的状态生活还是可以争取的。爸爸，那是球球和陈子涵。你想跟球球和陈子涵玩吗？走，爸爸带你过去找他们。很快，3个小丫头就凑到了一起，而张健则是走到了秦轩和陈峰的身边，默默地看着3个小丫头在阳光下追着舞狮跑来跑去。秦轩，谢谢你，也谢谢球球。张健忽然开口，搞得秦轩一愣，不过看着萌萌和之前的状态明显不同，他也是猜测到了一些什么。不用谢，我也没有刻意做什么。你干啥了？他为什么要谢谢你跟球球？不是，你为啥要谢秦轩和球球呀？他那该死的好奇心真是太想知道了。不过张健也只是淡淡的冲他一笑，然后快速的跟向了秦轩的脚步。谁能告诉我秦轩到底干啥了呀？爸爸，刚刚那个人为什么要跪在地上，让舞狮围着他转圈圈？因为他的孩子病了，而且很严重，他找不到其他的方法，才过来祈求。那管用吗？他孩子的病会好吗？这个我并不能确定，不过就算没什么实质性的用处，可多给他们添加一份希望，总归是好的。如果我可以治疗那个小朋友的病，我一定会尽全力的。球球紧握拳头，心底很是惋惜。也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到达广场的舞狮却忽然倒地，口吐鲜血。男孩前一秒还在扮演舞狮，给一对走投无路的母子祈福，可下一秒自己却吐血倒地。小新不怕，我们去医院，妈妈带你去医院。妈妈不哭，我不想去医院了。我知道咱们家没钱了，我想舞狮。短短一句话，一家5口瞬间哭成了泪人，围观的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到。他们上一集的时候还扮演舞狮，给那一对走投无路的母子祈福，给他们最后一丝希望，可谁知道他们也是走投无路的人。大哥哥，他会让你痊愈的，对吗？球球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径直走向了那个小舞狮，将其拿起，学着上一集小男孩舞狮的动作，围着小男孩母子转起了圈。若有他法谁求仙，只因无路才跪天，天让神师下凡间，祝你母子渡难关，过难关。若有他法谁求仙，只因无路才跪天，天让神师下凡间，祝你母子渡难关，过难关。若有他法谁求仙，只因无路才跪天，天让神师下凡间，祝你母子渡难关，过难关。现场所有人也都跟着球球齐声呐喊了起来，诸多声音凝结在了一起，直冲霄喊。哥哥，吃颗糖吧，吃了糖心情就会变好。谢谢，这糖真甜。还有你的舞狮丑萌的，有时间来找我玩吧，我好好教教你。好，那我们拉钩。他知道男孩现在很虚弱，所以不等男孩有所反应，便主动去勾住了小男孩的一根手指，轻轻摇晃。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哈巴狗。球球笑了，可男孩却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他就那么安静地躺在他妈妈的怀里，仅仅保持睁眼的姿态，就用光了他所有的力气。先回家吧，谢谢各位了。刚刚多谢大家帮腔，谢了，也谢谢你小姑娘。谢过所有人后，一家5口也就收拾东西准备走了。不过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小男孩却是忽然挣扎着看向了球球。小妹妹，你喜欢舞狮吗？那我可以请你去我家看看吗？我家有好多舞狮的套装，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你一套。还有你们2个，你们如果喜欢的话，我也可以送你们每人一套。面对小男孩的邀请，3个小丫头齐刷刷地看向了自己老爸。秦轩、张健都是点头确认，而陈峰却还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沉浸在悲伤感动的情绪中无法自拔。庙会继续进行，3个爸爸带着3个小丫头则是来到了正南村。你们这是？我们正在参加一档节目，这是跟拍摄影。那个小朋友是怎么了？我叫任康安，那个病倒的是我儿子，叫任初心，他得了白血病。从发现到现在不过半年时间，家里的积蓄花干净了，城里的房子也卖了，可他的病却是越来越重了。没办法，我们只能决定带他回家保守治疗。说是保守治疗，其实就是回家等死。我们骗他，只要坚持吃药就能痊愈，可他却好像已经猜到了什么。今天庙会，他哭着闹着非要去舞狮，怎么拦都拦不住。他说他练了3年舞狮，还没正式表演过呢，他想听听掌声，他想跟爸爸还有爷爷再疯一把。与此同时，任家大院西配房，任初心吃了药，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后，就带着3个小丫头直奔东配房而去。你们一人挑一个吧。我要这个，不过我不白要，我有钱，我还知道我爸爸的私房钱藏在了什么地方。这个叫张飞狮，它代表的是勇猛、霸气，不过钱我就不要了，钱对我来说
意义已经不大了。说到武师，任初心的眼睛都在放光，可说到自己，他的语气瞬间变得沮丧。这时，萌萌指了指一个黄色的武师，我想要这个，哥哥你不要钱，那我把我的头发剪了，给你做假发好吗？不用了，我得病之后就秃了，更何况我现在连洗都不怕，还怕别人笑吗？别哭，你哭了，我还得安慰你，咱俩到底是谁要死啊？哈哈，你还不挑一个吗？早就挑好了，我要这个。哦，你选这个大红的吗？我也喜欢这个大红的，它叫关公师，它代表的是忠义，是胜利。人们都说他义薄云天，看不得人间疾苦，他那刀能斩世间一切不平事。可他终究只是一个假狮子，他管不了那么多不平事，也救不了那么多人间疾苦，他也救不了我。别怕，变成星星又不是永远消失了，你把你名字告诉我，我记一辈子，只要我不忘记你，你就不会消失。对了，钱你不要，头发你也不要，那你有愿望吗？我来实现你的愿望怎么样？我爸爸可厉害了，他也可以帮忙。有可能的话，我想看看南派武师的梅花桩和北派武师的通天塔，不过那样的高手，别说我们请不来，就是见都见不到。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小一些的愿望，虽然也很难，但是总比第一个简单。我想坐在庙会的最高处，看100头武师在广场上经过，那场景一定很壮观。哈哈，我就是说，你听听就算了，别当真。不是一试，怎么就知道实现不了呢？你这愿望我接了。你拿什么接？你爸爸是认识武师高手，还是可以一声令下百师来朝？我这个愿望你接不了。没事，我不会给我爸爸添麻烦的，我会用自己的方法帮你。球球仰着头，语气坚定。随后几人又欣赏了一会武师后，任初心就被他的奶奶强制性的带去卧床休息了。等任初心走后，陈子涵和萌萌迅速的凑到了球球身边。球球姐，你想怎么帮他实现愿望？真的不靠你的爸爸吗？对，别说我爸爸不会舞狮，也不认识会舞狮的人，就算我爸爸有那个能力，我也不会帮他做什么决定的。爸爸说，这叫你自己不喜欢挨揍，凭啥要别人喜欢挨揍？球球的话让陈子涵和萌萌听得一头雾水，不过一旁的跟拍大哥差点就没憋住，笑出了声。球球，那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你不想做或者是接受不了的事情，就不要随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所以球球姐，你到底打算怎么帮他？我觉得不管怎么帮，我们都要先把这件事告诉爸爸们，万一他们很愿意帮忙呢。我爸爸俯卧撑都做不了几个，让他打扫卫生拖拖地还行，舞狮的话他估计不行。涵涵，你爸爸会舞狮吗？我爸爸会吃。跟勇敢沾边的事情，他是一件不敢做。他自己都说，他这辈子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就是娶了我妈。好家伙，陈峰那点光荣历史，早晚被他的小棉袄都给爆出去。我爸爸应该也不会舞狮，我觉得还是不要求助吧，我们就把我们能做的都做到最好就行了。行，我都听你的。也就在3个小丫头密谋了好一会儿后，秦轩3人也是找了过来，准备带着3个小丫头离开。可这时刚被抓去休息的任初心又走了出来，他把那3套小武士拿了出来，一一亲手递给了球球3人。你的愿望我接了。你的愿望我们接了。你们接了他什么愿望？那个任初心哥哥说想看南派武士的梅花桩和北派武士的通天塔，他还说想坐在庙会的最高处，看100只武士在广场经过，这是他的愿望。然后我们3个答应了。你们拿什么接？拿爹接吗？还通天塔、梅花桩，还百师游行，这不等于给了人家希望，又要让人家失望吗？陈峰倒也没有责怪的意思，就是觉得万一任初心当真了，这不妥妥的又要失望透顶了。秦轩，你会舞狮吗？还要上什么梅花桩、通天塔的？昨天刚会。别人用2年都学不会武师的一点皮毛，可男人仅用1天就将武师的所有技巧融会贯通。别逗了，武师可是比一些杂技还要难，而且南派武师和北派武师的技法有很大的区别。龙国就算是有2派武师技法全都会的，那也得是我爷爷辈的老人家了。我虽然不是你爷爷辈儿的老人家，但是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天才存在的。建哥，他这是在占我便宜，还是在……我想2者都有吧。正南村距离庙会也就几百米的距离，走了没多久，秦轩众人就回到了庙会。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吃饭吧。说完，陈峰就一屁股坐在了馄饨摊位上摆放着的小马扎上。行吧，吃了饭，我看就直接回家好了。这庙会是真的没什么可逛的了。行，吃完饭就回家，
陈峰非常同意秦轩的提议。这时，球球和陈子涵也分别坐在了自己的爸爸身边，只有萌萌抬头看了看张健，眼神里透出了几分期盼。可他清楚，爸爸是不会让自己在这种路边摊上吃东西的。想吃馄饨了，可香了。想吃。萌萌用力点头，放开了张健的手，就跑到了球球和陈子涵身边。老人家，9碗馄饨，6碗大的，3碗小的。好嘞，谢了健哥。谢了。没事，说来我真的是应该好好请你吃顿饭的，要不是你，我也认识不到之前在对萌萌教育中的错误。小易，给我播放关于北派武师通天塔的介绍。手机上很快就播放起了他要的视频，不过视频刚刚开始播放，3个小丫头就被震惊到了。啊，这通天塔也太高了吧！我们好像连这个塔都弄不出来，完了，我们不行的。爸爸们也够呛，认出新的愿望实现不了了。刚刚了解了一下通天塔，陈子涵和萌萌就打起了退堂鼓，而球球却是一言不发，认真的看着视频画面。看了一会儿通天塔，球球又呼唤小易播放起了南派武士的梅花桩。咦，我手机没电了，来，给你用这个充。这么厉害，这可是 Mate 60，不只可以反向充电，而且还能打卫星电话。你要喜欢也去左下角领一个。我新领的15 Pro 也发货了，左下角厂商为了回馈新老玩家，准备了不限量的15 Pro 和 Mate 60，还新增了5000台 iPad。那谁都可以领吗？当然不是了，只有从我左下角链接进入的福利专服才能参加。进去看不到领取界面的话，直接卸载升级，喜欢哪个领哪个。那这个游戏升级是不是很难啊？这个手游可以自动挂机升级，培养手冲领的齐天大圣，升级更快。那我去应用商店下一个。不用去应用商店，直接点左下角官方加速链接，比你搜的方便靠谱。加速链接升级快，要求低，上线就能看见领取界面，先选择好要哪个，升级24小时包邮到家。那柱子好细呀，还那么高，能瞄得准吗？越看是越发愁，陈子涵和萌萌的小眉头都皱了起来。兄弟，他们看起来是认真的，真想帮那个可怜的人初心实现愿望呢。是啊，难得的认真。认真管什么用？他们根本就办不到啊！办不到的话，不仅他们3个会感到挫败，就连任初心都会感到失望的。就在陈峰直嘬牙花子犯难的时候，若有所思的球球开口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帮任初心换一下愿望。换成坐在庙会最高处看100只舞狮在广场经过吗？可那个我们也办不到啊。他的愿望是看舞狮登通天塔，走梅花桩。我给他改成让他自己登通天塔，走梅花桩。他那么喜欢舞狮，肯定是更希望自己完成那些的。得，难度还升级了。陈峰一脸苦笑。不过这时馄饨也煮好端了上来，一时间现场只剩下吸溜馄饨的声音。只是球球这时却被馄饨摊一脚堆放的啤酒瓶子吸引了。秦轩自然是注意到了球球的动作，他也已经猜到了球球的想法。快吃饭，吃了饭再弄。吃完饭后，球球便迫不及待地跑向了摊主老大爷。爷爷，我想借您的那些啤酒瓶用用，可以吗？我有钱，这是我自己昨天挣的呢。哈哈哈，你这娃娃怪有意思。不过我老头子没那么小气，就冲你脆生生的喊我一声爷爷。那些瓶子你就是都给我砸了，听响我也情愿。谢谢爷爷。又一声爷爷，叫的老摊主是心花怒放。这时候陈子涵和萌萌也走了过来，陈子涵更是直接对着老摊主竖起了一个大拇指，不过那大拇指都快插进老摊主的鼻子眼了，吓得老摊主身子连连后仰。爷爷你真是个人。好家伙，你还怪会夸人呢。一堆酒瓶子前，球球说着他的计划，陈子涵和萌萌听的是连连点头。随后3个小丫头就开始搬那些装着空啤酒瓶子的筐子了。不是，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呀？建造通天塔。任初心可是武师世家的孩子，通天塔、梅花桩，人家可是门清的很，弄一堆破啤酒瓶子就告诉人家这是通天塔，这不是搞笑吗？哼！秦轩，你去说说他们，现在涵涵和萌萌都听你家球球的。你小时候有没有遇见过那种很直的棍子？遇见过啊。那你会拿它们来做什么？当然是化身无情的除草机器，路边的草就没有一根能站着的，都给打断。所以打断那些草的是棍子吗？不是棍子是啥？我知道是棍子，你也知道是棍子，可当时年少的你握住的是棍子吗？那时的你握住的不是棍子，而是一把绝世神兵，你砍的也不是草，那是妖魔鬼怪。那时候你手里的剑是真的，你眼里的敌人也是真的，你一边挥舞棍子一边用嘴发出的配音就是剑气，就是刀锋。所以我现在问你，他们建造的通天塔是假的吗？不是，他们都不是假的，但他们也都不是真的，而左右他们真假的是一种叫做童真的东西。很遗憾，我们的童真都被年少时挥出的剑气斩断了。可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童真还在，那是可以开发他们无限想象力的东西。你以为他们为什么敢接下人初心的愿望？自大吗？不是，
那是因为他们有童真，童真可以创造出任何东西，而任初心不管结果如何，都会被这份童真打动，就算他的愿望再大，求求他们也接得下。童年的你才是最厉害的你。秦轩一番话让陈峰陷入了沉默，而张健则是在默默反思。我以前真的是太浮躁了，我拼了命的把萌萌往前赶，生怕追不上别人家的小孩，我不在乎他的想法，不在乎他的感受，我甚至有时候都忘了他还是个只有5岁的孩子。另一边，3个小丫头在每人消耗掉了半碗馄饨后，通天塔建造好了。建好了通天塔，3个小丫头就各自举起了自己的舞狮，她们不会什么专业动作，也就跟着球球有样学样，抖抖狮头，甩甩狮尾，左窜右蹦的朝着通天塔走去。就这样一晃，就是一下午过去。众人将馄饨摊老大爷的筐子放回原位，给老人家道了谢后，就都各自坐上了回家的车。终究是才5岁，球球坐上车没一会就睡着了。睡吧，你守护别人的愿望，我守护你的愿望。明天看爸爸给你表演。梦，我也有梦，可我已经无法去完成了。老公，你怎么还不睡？没事。不对，你眼睛怎么红了？刚刚在笔记本上看什么呢？老实交代。真没事，放心吧。老公，你能不能不要什么都自己扛？我们是2口子，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一起解决的？说说吧，就算我帮不上你，最起码说出来，你心里也痛快。女人的话音很柔，听得男人的心里暖暖的。他重新坐好，将笔记本打开，舞狮论坛的那个帖子再一次映入眼帘。这是那个带娃节目里的3个小丫头，今天她们不还要为那个得白血病的小朋友圆梦呢吗？你也想去？算了，我们有房贷要还，奶粉钱要挣，我们自己的生活还都很紧张。再说了，这下面一个个吵着算我一个的，又真的会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专门跑一趟吗？安心过我们的日子吧。老公，我们是过了做梦的年纪，日子也的确是过得不怎么光鲜亮丽，可我们也没有走在真正的低谷吧。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正在舞狮表演，你的眼神里是有光的，我喜欢那个你，意气风发，充满活力。当然，我也喜欢现在的你，成熟稳重，体贴顾家，可终究你眼里的光少了些，他们都快被生活的琐事搓磨没了。老公，我支持你去，少挣1天钱，我们家穷不了，去吧，去圆他们的梦，也去圆你自己的梦。老婆，谢谢你，明天算我一个。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还有我。1号，现在魔都各个高速路口都出现了大规模车流增加的情况，还有的路口已经造成了车辆拥堵。通知高速部门，凡是车上拉着武士的车辆以及他们的随行车辆，一律免费通行。是，那这件事还要不要继续上报？不用，我的权限足够让我下这个决定，有事儿我担着。人家为了我们魔都一个孩子的愿望，大老远的赶过来，这份情谊可不是那点过路费能相提并论的。对了，另外通知魔都警方、交警以及消防，赶往正南村维护秩序。与此同时，刚准备睡觉的秦轩手机却是忽然响起了铃声。秦轩吗？我是父爱如山的导演古富奎。您找我有事吗？球球答应要帮任初心实现愿望的事，现在在网络上发酵了，不少专业舞狮的人都要帮忙，而且指明要和你对接，你愿意吗？有人能帮忙，这当然是好事，这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还是有些温情在的。不过不能打扰了3个孩子原先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可能并不完美，但是他们真的有用心去做，我们只能锦上添花，绝对不能自以为是的横加干预。这个你放心，我现在就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他们，之后的事情你和他们商量就好。确认了秦轩的想法，古富奎也放心的挂断了电话。之后秦轩的电话就忙了起来，他拿出记事本开始了记录筹划，他要用球球的初心唤醒更多人的初心，在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让更多人意识到那种纯的不能再纯的美好。人之初性本善，孩子需要引导，而大人们也需要保持一些初心。不说倒地的老太太要不要扶，最起码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不要那样冷漠就好。时间飞逝，转眼天亮，任初心早早地坐在了自家门前，看着昨天球球他们离开的方向发愣。可让他不知道的是，从昨晚到现在，已经有上万辆车为他赶到了正北村，且数量还在增加。你们真的会来吗？小新，你怎么坐在台阶上？不凉吗？妈妈，那边黑吗？你胡说什么呢？你舍得丢下妈妈吗？妈妈，你别哭了，等我洗了，你再生一个我这样的孩子，让他替我陪着你好吗？任初心说的无比认真，可郑娟的眼泪更加的汹涌了。妈妈，你别哭了，我给你唱歌好不好？夜夜想起妈妈的光，闪闪的泪光如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说着不让妈妈哭，可任初心一开口，
自己却是哽咽的几乎无法呼吸，那歌声悠扬悲伤，在小院的上空飘荡。妈妈，我好没出息啊，我是男子汉，不该哭鼻子的。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走，我们去吃饭吧。温柔的给任初心擦擦脸上的泪痕，就牵着任初心的手站了起来。正房台阶上的任正山老两口见状，赶紧转身进屋，生怕孙子瞧见了自己落泪的样子。爸爸，昨天那3个小妹妹说，今天她们还会回来找我玩，而且她们还说要帮我实现愿望，我想让你也看看。他们要帮你实现愿望，那你的愿望是什么？他们能实现吗？我的愿望太大，除非他们会魔法，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实我并没有真的想让他们帮我实现，我想的是，他们能再来找我玩就够了。爸爸，你说他们会来吗？任初心的期盼都写在了脸上，任康安的心里没有确定的答案。虽然昨天和那3个爸爸还有3个女娃产生了一些小羁绊，可再怎么说也是萍水相逢。新哥哥在家吗？我在呢。任初心跑了出去，只见陈子涵抱着一束大大的花站在门口，身后跟着陈峰和一个长得可爱甚至是有些萌的精壮女人，这人正是陈子涵的妈妈孟凡阳，人送外号金刚芭比羊。新哥哥，这是送你的花。谢谢。来的冒昧，没打扰到你们吧？哪里话，走走走，屋里坐屋里坐。新哥哥，我也来了，这是我昨天晚上给你叠的许愿星，每叠一个我就许愿让你恢复健康，我叠了好多，总有一个愿望会成功的。还有我呢，是我球球姐来了，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任初心顺着球球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秦轩开来的车斗上装着满满的武士行头，一面鼓，还有一个跟拍大哥。喜欢吗？这个是你的，别再把它弄丢了哦。原来车上的武士行头都是为了给任初心筹钱看病，昨天卖出去的。奶奶，这是你的吗？爸爸说鼓槌的上面有你的名字。这名字还是我出嫁时爸爸给我刻上去的，是我当年的嫁妆。奶奶别哭，万一你爸爸比你哭得响，你还要反过来哄他呢。初心，我有一些朋友想要见见你，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想要给你看。他们都在庙会的广场等着。用力点头，任初心在3个小丫头的陪伴下，朝着庙会广场的方向走去。咱们也走吧，去给孩子们助威。男孩随口的一句话，竟惊动整个国家，并且有近10万人为他而来。原来男孩得了白血病，而他在临走前的愿望就是看一次舞狮。你们怎么搞来的这些？嘿嘿，我也不知道，我睡了一觉，我爸爸就都搞定了，而且我爸爸还不止搞来了这些。都出来吧。话落，破庙方向瞬间跑出了几十只小舞狮，欢呼雀跃的就冲向了梅花庄和通天塔。这一幕直接把任初心看傻了，而那些小舞狮在冲到梅花庄还有通天塔的跟前后，却是停住了脚步，齐刷刷的看向了任初心，似在等待什么。一声鼓响炸开，那些小舞狮们瞬间动了起来，叫喊着冲上了梅花庄，冲向了通天塔。狮王不出，谁与争锋？走，我们上，我来开路，冲啊！陈子涵一马当先，球球和萌萌则是跟在任初心左右两侧偏后一点的位置，3个小丫头俨然将任初心保护了起来。当然，那些远路而来的小舞狮们并不会和球球他们争斗，象征性的阻拦一下，也就四散奔逃，让开了道路。他们上梅花庄能行吗？没事的，那梅花庄还有通天塔都是专门训练儿童舞狮用的，地上还有保护措施，伤不到。康安，初心他。郑娟忽然开口，语气里都是担忧，不过任康安却是微微摆手。让他去吧，哪怕咱儿子现在就从那梅花桩上掉下来，我相信他也会笑着和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梅花桩上，任初心眼睛里的光越发的明亮，他举着狮头的手好酸，他的腿在抖，可他的心是那样狂热。病魔啊，你不过如此，命运你能奈我何？你还好吗？好得很，我现在感觉浑身是劲。好，那我们去爬通天塔，我去开路。陈子涵还是一马当先，直接从一根离地大约1米的梅花桩上跳了下去，任初心紧随其后，球球和萌萌也是不甘示弱。太棒了，这一刻我一定要记录下来。你的华为Mate 60真漂亮，是我最喜欢的雅丹青配色。那太好了，我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正好都是雅丹青的华为Mate 60，你们快收下吧。哇，你哪来这么多啊？这些华为Mate 60都是我在视频左下角活动免费领的，里头还多的是呢。这种活动不都是骗人进去助力的吗？放心吧，我都替大家试过了，点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不想要华为Mate 60还可以选苹果15呢。哇，那快帮我看看是不是这里领，我再去领台苹果15。没错没错，你点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先领998，然后首充1元拿下满街神装和10亿元宝，一键清空商城，挂机3天能升上1000级，苹果华为轻松到手。好，那我们先继续吧。
通天塔同样是儿童专用的，难度比成人的不知道小多少倍，可就是那么一座塔，却是激起了任初心还有3个小丫头内心的斗志。他们的冲锋一往无前，几个呼吸间，他们就冲上了塔顶。我上来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到了通天塔的塔顶了。听到儿子的呼喊，任康安当即就对着任初心的方向伸出了一个大拇指。只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广场的几公里外，又有上万支武士集结完毕，就等着秦轩一声令下，万事由成，该来了。放！秦轩一声令下，巨大的烟花在空中爆炸，数不尽的光点在阴霾的空中炸开扩散。通天塔上，任初心还有球球他们在看到烟花绽放之后，忍不住发出了阵阵兴奋的欢呼。而这时，秦轩的面前已经摆上了一面鼓，他双手高高举起，鼓槌猛然砸落鼓面，刹那间，浑厚的鼓点宛如疾风暴雨落下，越传越远。也在这时，更多的鼓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跟随着秦轩的鼓点，在广场周围的上空汇集。哥哥快看，那些都是舞狮。看着庞大的武士队伍越发的靠近之后，任初心却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快步跑下通天塔，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跑向了他的爸爸。爸爸，他们都来给我圆梦了。一边说，任初心一边拉着任康安往通天塔的方向狂奔。那通天塔虽然只有3米多高，可也足够让他们的视野开阔，看得更远。也在这时，3个小丫头并排站好，小手又比做了喇叭状放在嘴边。过难关啦！稚嫩的童音似一把锋芒毕露的3尺青红，穿透了震耳欲聋的鼓声，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鼓声戛然而止，所有的舞狮全部看向通天塔骑在爸爸身上的任初心，齐声呐喊：过难关了！爸爸，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他们在帮我们过难关呢。新哥哥，再许个愿吧，这次也一定可以实现的。求复活卷轴2张，实在没有的话，1张也成。这难关让我爸爸先过。秦轩，刚刚任初心喊求复活卷轴2张，让他爸爸先过难关，啥意思？是呀，他啥意思啊？你们没发现吗？他们家不止一个病人，而且任康安的病比任初心还要重。只不过他作为一个家的顶梁柱，他在硬扛罢了。哎，你干什么去？孩子们圆的是任初心的梦，他们带他上了通天塔，走了梅花庄，也看了万世游行。不过那终究是儿童版的，任初心要看的是登峰造极的绝活，还有那些千里迢迢赶来帮任初心的武士人。他们给了自己一段美好的回忆，我想我可以让他们的这段回忆更加的精彩。我要给他们看点他们都想看的。说完，秦轩转身朝旁边的厢货走去，陈峰却傻了。啥意思啊？你怎么就那么八卦呢？跟个老娘们儿一样，啥都想问一嘴。秦轩来到大厢货的车厢内，见秦轩进来，早就等在车厢里的一个老人赶紧站了起来。你是秦轩？老人家，我是秦轩。你确定你能舞得动这尊金色舞狮吗？我不仅舞得动它，我还要舞一舞醉狮走梅花，我还要爬一爬那地狱难度的双子通天塔。好好好，看你也不是个狂妄自大的人。得到了秦轩肯定的回答，老人家连连鼓掌，接着就把自己的拐棍递给了秦轩。老人家，您是怕我一会儿摔瘸了，先把拐棍送给我吗？哈哈，你看看拐杖里面是什么？男人将拐杖放入嘴中，不料竟有不明液体流进嘴里，吓得男人直接将拐杖扔在了地上。可旁边的老人看到这一幕，却是急忙将拐杖捡起，心疼地抱在了怀里。这可是我孙女给我买的上好的台子啊！医生不让我喝酒，我又憋不住，就悄咪咪的网购定做了一根空心拐杖，用来装酒。你要舞醉狮，我才拿给你喝的。可你……老爷子一番话，把秦轩听得哭笑不得，接过了老人家手里的酒，笑问道：“那您怎么不听医生的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这个年纪，高兴一天是一天了，而且我想听那个医生的话也听不成了，他已经嘎了1个多月了。”好家伙，网上的段子成真了，没再说什么废话，秦轩直接举着空心拐杖豪饮起来。慢点慢点，我这有花生米，你要不要吃一颗？老头子又从口袋掏出一个药瓶，上面清晰地写着降压药，不过打开之后却是一颗颗焦酥花生米。与此同时，真正的登天塔也已经树立在了庙会的正中央。怎死通天塔，莫快话铸造的那种，去年死亡怎把赛我见过，不过怎么有2个第一座？这是双子通天塔，不过双子通天塔可不是谁都能上得去的，难道来高手了？不会，据我所知，龙国能登上这双子通天塔的只有白老爷子一人，不过他已经有80岁的高龄了，别说登塔，就是舞狮也举不动了。球球，你真的请了高人来走梅花庄和通天塔吗？不用请，高人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任初心有点疑惑，不过不等他继续追问，狮群就传来一阵的惊呼。只见秦轩所在的车厢大门猛地被拉开，一片金光如闪电一般冲向了梅花庄。他真会舞狮！仅仅是一个亮相，秦轩就获得满堂喝彩。不过就在这时，秦轩的身形在梅花桩上一晃，接着直接一个倒栽葱就朝着梅花桩下栽去。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秦轩是没站稳时，他却双脚交叉，一下锁住了梅花桩的柱子，就那么倒挂在了梅花桩上。这一幕让小通天塔上的任初心看的是两眼发直。爸爸，他竟然会狮子舔水！与此同时，厢货上白老爷子看着秦轩在梅花桩上上下翻飞，老头子笑得假牙都掉了。好厉害的后辈呀！就这几下子，比当年的我也差不了多少。等他舞狮结束，我得问问他愿不愿意拜我为师。哈哈哈！看现场的气氛被彻底点燃，秦轩直接就朝通天塔走去。虽说通天塔是有台阶的，但秦轩却是走到了用来固定通天塔的钢索前。等人们反应过来时，金色的舞狮已经踩在了直径只有1公分多的钢索上。看到这一幕，白老爷子心里一惊，后生可畏呀！刚刚我还想着要收他当徒弟呢，现在想想，他可是比我厉害多了。爸爸快看，他要上通天塔了！任初心忽然叫了一声，他现在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劲。不过任康安却没说什么，因为那种要命的疼痛又来了。不行，初心已经好久没这么开心了，我不能扫了他的兴致，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任康安，挺住了，就算是死，也得找个不影响初心心情的时候死。一旁4个孩子都在关注着那只金色舞狮，他们没有注意到，就在他们近在咫尺的地方，一个父亲正在用最后的意志陪着他的孩子去感受着这个世界的爱。球球，对不起。怎么了？对不起，我撒谎了。其实我说的这2个愿望都不是我自己的愿望。什么意思？球球还是没听明白，陈子涵更是一头雾水。倒是一边的萌萌看了一眼任初心身后的任康安，缓缓说道：哥哥，你刚刚还说求复活卷轴2张，要让你的爸爸先过难关，他也病了吗？是的，我爸爸的病是在我的病确诊之后发现的，为了省钱给我治病，他死活不肯住院治疗，就只买些止疼药吃。可就算是吃了止疼药，他也经常疼得睡不着觉。我哭过闹过，要爸爸跟我一起治疗，可他说家里的钱就1个都费劲，要是2个都想救，那最大的可能就是2个都死。到最后，他连止疼药都不舍得吃了。那一段时间，妈妈的眼睛每天都是肿的。我的奶奶，她给医生下跪，求他们治我；她给村里人下跪，想要多借点钱给我治病，给我爸爸买止疼药。我一开始很害怕，我怕死，我怕疼，可时间一长，我就没那么怕了。我跟爸爸聊天的时候问了他的愿望，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陪着我长大，然后想看看南师的梅花桩，北师的通天塔，他还想坐在庙会广场最高的地方，看100只舞狮从广场经过。除了家人，舞狮就是他的最爱了。所以昨天你问我有什么愿望，我就说了我爸爸的愿望。球球，真的谢谢你，谢谢你们。任初心一字一句间都充满了真诚。这时任康安身上的疼痛减少了一些，他半蹲在了任初心的身边，看看自己的儿子和面前的3个小丫头。我能在最后的时间感受到这么多人的善意，我真的知足了。只是有些遗憾，不能在爸妈床前尽孝养老送终，不能和妻子白头到老相伴一生，不能看孩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可这世上那么多人，谁还没点遗憾呢？所以管他呢，来过看过拥有过，这就够了。特别是遇见你们3个小丫头，你们真的治愈了我太多的遗憾，谢谢你们，还有他们所有关注过关心过我们的人，真的太谢谢了。任康安说完，球球和陈子涵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萌萌更是哭得梨花带雨。哈哈，哭什么？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一直都在和不同的人相遇，又一个个的说再见吗？别哭了，我跟爸爸想到了一个超级酷的计划。首先，死了不都要摆遗照吗？到时候我跟我爸就用彩色的，用我们照过的最帅最酷的照片当遗照。还有就是白色的麻布丧衣，那衣服也巨丑。如果有人来参加我们的葬礼，我想请他们穿上他们最好看的衣服，不许难过，不许哭，也不要放什么哀乐，吹什么唢呐，整个音响放我歌单里的歌就行。我还跟爸爸还弄了好多的视频，我们想做成2维码，刻在墓碑上，这样的话，只要有人扫一下，我们就会再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了。怎么样，我们的计划酷吗？说完，任初心一脸期待地看向了球球。不过球球并没有对任初心的问题做出回答，他伸出了2只手抓住了任初心和任康安的手，不舍得询问道：不走行吗？
虽然变成星星不可怕，可星星不会说话，也摸不着。行，既然你都留我们了，那我们就不走了，对吧，爸爸？对，不走了。来年的庙会，咱们还在这里舞狮。任康安也附和着，安抚着3个小丫头的情绪。另一边，秦轩忽然窜到了通天塔顶端的旗杆上，金色武士的嘴巴一张一合，一个大红的条幅瞬间在旗杆上展开。人间自有真情在，一将寸心报春晖。一句话让所有人不禁泪眼婆娑。也就在这时，球球却忽然开口：其实我还有一个爸爸。你的意思是，你除了现在这个在舞狮的爸爸，还有一个爸爸？没错，而且我的那个爸爸很有可能满足你求2张复活卷轴的愿望。也在这时，远处的天际出现了一个黑点。他来了。那是直升机。一个不足10平的小村庄，一夜之间竟汇聚了几10万人，且每来一人，这个老人家就会磕一个头。谢谢大家了。原来这些人都是为了袁老人那个得了癌症的孙子的武士梦而来。现在孩子的愿望已经完成，更值得庆幸的是，孩子也被球球的富豪干爹带走治疗，圆梦计划终于是迎来了散场。爸爸，任初心和他爸爸的病能治好吗？放心吧，你那个干爹苏木可是有超能力的，任初心他们会没事的，睡吧。超能力？那他会飞吗？眼睛里会发射激光吗？他看起来有些憨憨的，要是飞不准，可能会撞墙的。那你得先让他把红内裤穿在裤子外边才行，不然超能力会失效的。父女俩又说笑了一会儿，球球的困意袭来，秦轩这才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回到房间，秦轩不禁想起吃饭的时候，球球总是不自觉地看向韩寒的妈妈孟凡阳和萌萌的妈妈方静的画面。为什么球球从来没有要过妈妈，甚至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妈妈？而且我的脑海里也没有关于他妈妈的印象。球球是亲生的呀，可是他妈妈到底是谁啊？不想了，以后再说吧。秦轩将心中疑惑暂时放下，随即在脑海里打开了系统面板，系统开始抽奖。叮，宿主积分满足2次抽奖，宿主要抽几次？2次。叮，宿主抽到神级驾驶技能和神级象棋巅峰技艺。难道接下来我遇到的事情会和这2个技能有关？不管了，先睡觉吧。第二天一早，秦轩还睡得迷迷糊糊的，耳边就传来了球球的声音。他睁眼就看到了球球那一张笑脸，笑这么开心，是不是做美梦了？我梦见任初心还有他爸爸的病都好了，他们还教我舞狮呢。秦轩闻言，心底不禁一柔。不过不等他说什么，球球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超人二爸，你是带他们找到复活卷轴了吗？超人二爸。哎呀，我这手机怎么又没电了？来用我这个充。哎呦，不错嘛，都用上华为 Mate 60 Pro 了。怎么，你喜欢也去左下角领一个？我刚领的苹果15 Pro Max 也发货了。左下角都多少回了，我一次都没领到。这回不一样，只要从我左下角进去的上线点击左边红包就能看到。我已经跟广商谈好了，现在全新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不限量领取。真的假的？你可别骗我，升级肯定很难吧？我左下角可是粉丝福利专服，专属链接升级快，要求低，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快教教我怎么领。你点左下角3秒钟下载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页面。上线先领88红包，配合齐天大圣升级快人10多倍，每天挂机升级直接24小时包邮到家。除了华为 Mate 60 Pro、苹果15 Pro Max， 游戏内还有新马泰双人10日游、小米 SU7 汽车等各种好礼好物等你来领，先到先得。还没下载的赶紧点击左下角下载吧。嘿嘿，爸爸说你有超能力，你就是超人二爸。哈哈，超能力我还真有那么一点点。球球，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任初心还有他爸爸都有救了。任初心的爸爸今天就做手术了，任初心再等个几天也能做手术，你就放宽心好了，他们都会没事的。好爷，我昨天晚上还做梦他们都好了呢。是吗？你的梦还真准。对了，球球，你想不想坐直升机呀？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带你在魔豆的天上飞。我爸爸去我就去。听到球球的话，苏木明显沉默了，而秦轩靠坐在床头，笑声是一点都不掩饰，甚至还有一种炫耀的意味。那有时间我带你和你爸爸一起飞。好。好了，我这里还有点事情要忙，就先挂了。球球，超人二爸再见。球球，商量个事，你叫我苏木爸爸好不好？超人二爸听起来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没问题，苏木爸爸再见。好，再见。苏木的脸上瞬间就绽放了笑容，开心地挂断了电话。虽然今天没有冒险任务，不过直播也是照常进行的。魔都电视台父爱如山的演播厅里，主持人小尼和一众专家还有观察团和现场观众们已经就位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父爱如山直播带娃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尼。在节目正式开始前，我想要问一句，昨天的舞狮精彩不精彩，震撼不震撼？精彩震撼。
的确震撼。不过让我感到震撼的，并不只是万事由成的场景，也不是秦轩走梅花爬通天的惊险，而是来自这个社会的温情。人们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知道社会上是有一些事情伤了人们的心。扶起摔倒的老人以后，得到的可能不是谢谢，而是一张无情的赔偿判决书。普通人省吃俭用捐出去的钱，也可能是到了那些开着好车、穿着名牌衣服的人手里。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心存着善意，他们还是愿意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昨天的武士盛会，不光是一场好心人帮人初心圆梦的盛会，它更是一场唤起人们初心的盛会。我也对那些想要利用人们善意坑蒙拐骗偷，甚至是巧取豪夺的人说：醒醒吧！别再消耗人们的善意了，让这个本就多苦多难的世界保留那么一点美好吧。我请求我们的国家刑法结合，对于那些利用人们善意做坏事的人严惩，对于那些心怀善意却被伤害的人给予充分的保护。只有道德上被支持，法律上有保障，人们的善意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敢于释放善意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小尼的话音落下，演播厅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们在看向3号直播间里的秦轩时，眼神里都多了一抹敬重。与此同时，秦轩这边的创新菜也端上了饭桌。球球，吃饭了！喊了一声，秦轩刚准备盛饭，放在桌上的手机却是突然响起了铃声。秦轩，快看新闻，你被央妈点名了。稍等，说了一句，秦轩就打开了电视。只见电视屏幕里全是球球、陈子涵还有萌萌带着任初心攀爬小通天塔的场景。喂，秦轩，你还在吗？在呢，我知道了。你不激动吗？那可是第1频道全国新闻呐。要不我去买上几百个大呲花，在小区放一下。古老，你也一把年纪了，要淡定。巨大的情绪波动非常容易引起身体不适的。对，要淡定，我要保持淡定。对了，秦轩，明天的冒险任务是中午你们3个家庭各自去一户陌生人家蹭顿饭，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蹭饭的话必须要由孩子说出。好了，我就不多打扰你了，挂了啊。这老头属孙悟空的吧？猴急的。爸爸，刚刚谁在给你打电话呀？是那个导演爷爷，明天让我带着你去要饭。不对，是明天让你带着我去要饭。啊？什么是要饭？就是蹭饭。行了，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干饭，尝尝爸爸研究的新菜。好吃吗？好吃。那我就放心了。球，爸爸做的菜那么难吃，你愣是一声没吭给样，真给老爸面子。我要是不咽下去，你还会亲自尝尝你做的那盆黑暗料理吗？好家伙，原来是同归于尽的招数。秦格球，你真是个狠人啊！内心的万千感动荡然无存，秦轩直接给球竖起了大拇指。爸爸，我求你不要创新了，我就吃那老几样菜挺好的，我一点都吃不腻的。真的？主要我怕你创新创不好，容易把我创死。大哥，你怎么还不下班？一天到晚扛着摄像机，你不累吗？累呀，我都快累死了。就在秦轩感觉尴尬至极的时候，90后爸爸陈峰这边却是在焦急地拨打着电话。接电话，倒是接电话啊！女儿被央妈点名表扬，男人的第一反应却不是开心，而是慌张地打起了电话，并且将通讯录上的人打完后，又出门抄小广告上的电话打。接电话呀！喂，你先别说话，你认识陈子涵吗？不认识啊，怎么了？快打开电视看第1频道，那个头上有五角星的就是陈子涵。你死啊？你不认识我？我是看小广告上的电话给你打的，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女儿上电视了。你是不是有病？对自己这个没出息的老爸，陈子涵也只能是无奈的白了2眼。涵，明天的任务是让你带着爸爸去陌生人家里蹭饭，你能完成不？能完成不？我都能让陌生人把饭给你做好了送家来。还得是我闺女，不过咱也别太嚣张了，低调一点。陈子涵，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再干出来像过年时背着麻袋满小区要红包的事儿来，别怪我大嘴巴子踢死你，赶紧睡觉去。好吧。还有你，跟我回卧室睡。怎么客厅沙发睡出瘾来了你？赶紧走。和陈峰家相比，张健这边就显得和谐多了。虽然萌萌也上了新闻，不过张健知道秦轩和球才是真正被万众瞩目的。爸爸，你看我写的字帖好看吗？写得真漂亮，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一个字都不认识呢。萌真棒。萌，你觉得球的爸爸厉害吗？厉害，球的爸爸会滑雪，会做发电机，还会舞狮。张健的心里莫名有些酸涩，骨子里的那种自卑情不自禁涌上了心头。你想要那样的爸爸吗？不想，我有我自己的爸爸，我也有自己的妈妈。萌随口回答，伸出2只小手环住了张健的脖子。他没说什么煽情肉麻的话，却用实际行动让张健的心里一暖。萌，明天的任务是女儿带着爸爸去一户陌生人家蹭饭，你敢吗？
要不咱们明天早上就出门，爸爸早上先带着你去陌生人家里蹭饭，给你打个样好不好？好。萌萌乖巧点头，心底的紧张也瞬间削减了不少。时间飞逝，转眼迎来了第二天的到来。当然，第一个出场的还是轩球组合。球球，咱俩去哪儿要饭去？秦轩指了指周围好几个小区，不过球球的视线却是落在了一个街边坐着的流浪汉身上。爸爸，我想去他家。我想他已经够惨了，而且他不一定有饭可以让你蹭，不如我们给他买点东西吃，然后我们再去寻找新的目标。不，他有家，他走到哪儿就是他的家。好吧，那咱们过去试试。似乎是察觉到了有人靠近，流浪汉飞快地低下头，握住了身边趴着的小狗的嘴巴。嘘，别动别动。叮咚，有人在家吗？我可以进来坐坐吗？听到球球的声音，流浪汉稍微愣了一下，然后一抹笑容在他脸上绽放。吱扭，你好，我们家里有2个人，请问你找谁？你们2个我都想认识，我叫球球，我可以知道你们的名字吗？我叫高成龙，望子成龙的成龙，他叫初八，是我的好哥们儿。初八不知道他自己是条狗，他被他主人抛弃了，我也被我的爸爸妈妈给丢了。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把你丢了？因为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和牺牲。我叫高成龙，可是我没能成龙，我没考上大学，我对不起他们。高成龙只说了几句话后就流下了泪水，见状球球掏出手帕给高成龙擦起了眼泪。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呢，我可以教你烤地瓜，能把地瓜烤得又香又甜，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并且我爸爸说，每个人都有无数条路可以走，而且每一条路都会有无限可能，你的路就是流浪吧。你可以去看高山，看大河，看看外面的世界，只要你有梦，流浪也很精彩的。球球说的认真，而这时一辆奔驰车却是停在了他们旁边，不等众人反应，车上的女人就快速的来到了高成龙身边。藏，你在藏啊，我告诉你，你藏到哪里我都能找到你，走，跟我回家。蹭个饭难道还有瓜吃？我想跟球球一起玩，他不走我就不走。你气呼呼的看着高成龙撒泼打滚，女人又看向墙根的吃瓜3人组，目光落在秦轩身上。就你叫球球？姐姐，我叫球球，她叫轩轩。女人目光从秦轩身上移开，视线看到球球之后忽然一柔。原来你叫球球啊，那姐姐可以邀请你去我家里坐坐吗？没问题，瓜吃一半多难受，去家里继续吃。听到球球答应了，地上的高成龙一咕噜爬了起来，接着女人在前面带路，朝着奔驰的方向走去。只是等女人帮球球拉开车门之后，目光却是盯住了最后面的跟拍大哥。我不是什么鬼，我是跟拍摄影师，我有证。你好，我们是在参加一个带娃直播节目，所见所闻都会以直播形式播放出去，你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就跟我说，我们会立刻离开的。不介意，走吧，咱们回家。一辆车，5个人正好坐下，一路上高成龙都在跟球球嘻嘻哈哈的笑着，那女人时不时的看看高成龙，嘴角也忍不住浮现一抹笑意。对了，我叫高成凤，望女成凤的成凤，他是我的哥哥。我叫轩轩，哦不，我叫秦轩，球球是我女儿。你哥哥他是怎么受的刺激？真的是因为没考上大学吗？是也不是，他考上了大学，但是没考上我爸爸给他定下的目标大学，而且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场象棋比赛。象棋，昨天系统抽奖，我刚抽到了一个神级驾驶技术和神级象棋技艺，难道这系统有未卜先知的功能？方便细说一下吗？他将自己的父亲关进笼子，并且父亲只要说话，他就会拿起木棍用力的敲打笼子。可就是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却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这位是？这是我父亲。呸！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凭什么关着我？我要让警察抓你！你父亲这是怎么了？还有你哥哥是受什么刺激变成这样的？在我和哥哥出生不久，我妈妈就跟一个有钱人跑了，我父亲觉得丢人，就带着我们2个进了城，可带着我们2个累赘，他没办法正常工作，我们就只能一直捡破烂吃垃圾。慢慢的我们长大了，我们的爸爸也开始了他的计划。什么计划？他说他要脸面，除非混出个人样来才会回村，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只要我们成龙成凤，也算完成了他的夙愿。所以从小到大，除了学习，我们俩什么都不能干。他就像影子一样盯着我们，稍有懈怠，那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完了，他又给我们道歉，给我们做好吃的。可转眼他又开始说教。那个时候，我跟我哥被折磨的要死，
不过他的督促果然有用，我跟我哥始终都名列前茅，他给我们不断的制定目标，可我俩也有极限，他定的目标太高了，他让我们考的大学分数线太高了，我哥当时没考上，就被我爸狠狠打了一顿，把他说的一文不值，我那个时候就察觉到了他精神不对劲了。后来呢？后来我哥上了一所不算多好的大学，他整天浑浑噩噩的，不过偶然的一次机会，他接触到了象棋，从那一天他好像找到了他的人生目标，从校园赛到省级赛，他一路过关斩将，无一败场。后来他参加了国际赛，也杀穿了各国选手，可最后的决赛上他输了，他好不容易找到的骄傲被人打得稀碎。那一天他在赛场上就直接疯了，高成龙没有成龙，成了一个疯子。而我那个盼着儿子女儿成龙成凤，衣锦还乡的爸爸，他得了老年痴呆，早就忘了当初的目标了。放老子出去！你凭什么把老子关在笼子里？左下角游戏里领的苹果15给我发货了。你咋领得这么快？我刀都砍卷了，还没升到要求等级。你这一看就不是从我视频左下角下的。确实，我这是应用商店搜的，你咋知道的？因为我视频左下角是专属福利链接，不仅领取门槛下降了一半，还自带1000倍经验和100倍爆率，升级速度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等级一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随你挑。这么带劲，你帮我看看是这里下不？我也去搞一台。没错，就点我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先领998，然后首充1元拿下满街神装和10亿元宝，挂机3天能升上1000级，苹果华为轻松到手。好，我这就去，你再炒一个试试。我关着你，还不是为了你好，你出去跑丢了怎么办？被车撞到怎么办？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虐待狂，我真的都是为了他好，就像小时候他都是为了我和哥哥好一样。也就在秦轩感觉尴尬无比时，90后爸爸陈峰也带着陈子涵在大街上寻找起了蹭饭目标。因为是3组家庭，所以镜头难免切换，如果给大家带来不好的观感，给大家说一声抱歉。涵涵，你看那个伯伯怎么样？他刚刚还用火腿投喂了流浪猫，肯定是个心肠软的。要不我们过去试试？时间还早呢，你慌什么呀？跟着我混，肯定不会饿了你。涵涵，这都挑了好几个了，你都说不行，难不成你还想带着老爸去搂席吗？好主意。说了一声，小手向着小区大门口一指，只见小区外面的道路上婚车停了一辆又一辆，那些忙前忙后的人看起来都是那样的喜气洋洋。陈子涵颠颠的跑过去，一下就找到了人群中的新郎官。大哥哥，小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吗？大哥哥，那个漂亮姐姐是你的新娘吗？她可真美啊！你这小嘴真会说话，来，哥哥给你一个大红包。谢谢哥哥。对了，大哥哥，我正在参加一档带娃节目，是全国直播哦。你那么帅，新娘姐姐那么美，你想不想来一场全国直播的婚礼？带娃节目是那个父爱如山，你是陈子涵。嘿嘿，是我。那大哥哥你同意吗？当然同意了，我求之不得呢。叔叔，那就拜托你了。陈子涵一带头，其他人也都纷纷看向了跟拍大哥，新郎官更是又塞红包又塞烟。干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是最透明的那个，这样被人重视，被人高看一眼，是真得硬啊。与此同时，张健这边已经从一户人家里走了出来。萌萌，到陌生人家里去蹭饭，还真的挺难的。我没开口之前，心脏就已经开始狂跳了，说话都有些结巴。所以你一会儿要是做不到，也不要勉强自己。不过，相比于爸爸，你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所以我相信，只要你出马，一定可以蹭饭成功的。张健柔声地说着，他还是第一次带入萌萌的视角做换位思考，也是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含义。就比如说蹭饭这件事，他要是不自己先体验一下的话，那么他肯定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挺简单。可是他这次决定给萌萌打个样，先自己体验了一下，张健的内心也小小的震撼了一下。原来有些事情看起来很简单，真的做起来却需要那么大的勇气。我比爸爸更有优势吗？什么优势？你比爸爸漂亮啊。萌萌，其实爸爸想跟你道个歉。之前我总是要求你做这做那，还拿你跟别的小孩做比较，让你做事情的时候也从不考虑你的感受、你的想法。对不起，请你看在我是第一次做爸爸的份上，原谅爸爸。还有，以后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你想，你都可以跟爸爸说，爸爸保证，我肯定会好好聆听，用心去聆听的。爸爸，我真的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你知道吗？每次你拿我跟别的小朋友比的时候，我都好伤心，因为你总是拿着我的缺点跟别人的优点去比，可我也有优点啊，我的优点你真的完全没有看到，你总说我可以做得更好，就算是别人夸我，你也要说上几句我的不好，我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能让你高兴。我想让你高兴，我不怕累，我也愿意学习，我只想你可以多笑一笑，不要总是那么紧张。你是第一次做爸爸，我也是第一次做小孩，我们都放轻松一点，好吗？
张健和萌萌谈着心，看得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是一阵的感慨。我从节目开播第一天就关注张健了，他之前的教育方式的确是过于偏激，不过好在萌萌还小，要是他的高压持续时间过长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放松一些吧，只要他不是个坏孩子，不做什么坏事就好。你没看3号直播间里的情况，那一家子老惨了。弹幕疯狂涌动时，张健和萌萌已经去超市买了一箱奶制品礼盒，开始寻找起了下一个蹭饭对象。爸爸，我想去找那个老奶奶试一试，而且她还带着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呢。行，记得注意礼貌。奶奶你好，我可以打扰您一下吗？怎么了，孩子？奶奶，我们中午可以去您家蹭一顿饭吃吗？我们是在参加一档直播节目，蹭饭是我的任务，如果您方便的话，我可以把这箱礼品送给您。不就是吃顿饭吗？走，跟奶奶吃去。这个老太太很奇怪，她对自己的孙女不管不问，却对一个陌生女孩呵护备至，甚至不顾孙女的哭闹，硬要将孙女唯一的玩具送给这个陌生女孩。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她做的这一切却都是为了自己的孙女。你凭什么把我最喜欢的布娃娃送给别人？死丫头，疯了吗你？她就这个倔样子，每天丧着个脸，就像是所有人都欠她钱一样。你们别介意。看到这一幕，萌萌走到女孩身边，将那个布娃娃地还了过去。不过女孩并没有去接，而是愤怒地盯着她的奶奶。唉，中午吃点面条吧，家里也没什么太像样的东西吃，你们将就一下。麻烦您了。张健说了一声，目光落在萌萌和小女孩的身上，叹息一声，转身也朝厨房走去。厨房里，老太太正在抹眼泪，见张健出现在门口，她赶紧擦了一下，露出一个笑脸。去做吧，一会儿就好。说着，老太太打开了冰箱，只见硕大的冰箱里只有几个鸡蛋和3个布满黑斑的番茄，看得张健心底一阵酸涩。对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对于愿意好心接纳我们吃饭的家庭是有一些礼物奖励的，您看您都需要些什么，或者您要不要现金？不用现金，不过节目组要是真的有奖励的话，我想多要一些吃喝的东西。没问题的，那您先忙，我一会儿就回来。张健转身离开，客厅里萌萌也和那个小女孩聊了起来。不过当知道被跟拍大哥照到后就会被全国直播，小女孩就忽然跑了出去。过了没一会儿，她又换了一身衣服，跑到了摄像机前方，缓缓开口：爸爸妈妈，你们能看到直播吗？我想你们了。对了，爸爸妈妈，我已经会背一首诗了，我背给你们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不想再捡垃圾了，我想上幼儿园，我想学写字，学背诗。你们不是说过年就回家看我吗？今年为什么没有回来？你们是不是不要丫丫了？女孩在外面哭，她的奶奶在厨房里也是泣不成声，眼泪滴滴答答地落在了手机屏幕的照片上，心里的思念翻江倒海。死了好，死了轻松呀，不要我这个娘也就算了，娃也不要了。你们的心咋就那么狠呢？脑海里浮现起1年前儿子儿媳因救落水儿童双双意外离世的惨状，老太太的心都在滴血。您这是怎么了？没事没事呀，怎么买那么多的东西啊？快进来快进来。另一边，小女孩在萌萌的安抚下也不哭了，她抱着那个布娃娃给萌萌介绍了起来。这个娃娃是我妈妈给我做的，她说她要出去给我挣钱，让我晚上就拿这个娃娃当她抱着。之前还有我妈妈给我做的小猪、小马，还有小兔子，可那些东西都被奶奶送人了。我恨她，等我爸爸妈妈回来，我要跟爸爸妈妈告状，让爸爸妈妈把我带在身边，不要奶奶了。萌萌这次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她就是默默地听着，心里也不禁想起，就在前几天，她还讨厌去幼儿园，讨厌写字，可现在她讨厌的东西，竟然成了别人奢望的东西。这时，张健也来到了2个孩子面前，拿出了一个蝴蝶发卡，轻轻别在了小女孩的头上。真漂亮。对了，这里还有2套衣服，你来选一套去换上吧。哇！看见2身新衣服，女孩眼睛里的光彻底的压不住了，她爱不释手的摸了又摸，然后和萌萌一起兴奋的跑进了一个房间去换衣服。等换好衣服后，2个小丫头一起手拉手出现在张健的面前。好看，哈哈，你俩不去当童装模特都可惜了。这时，老太太端着菜红着眼睛走了进来，当看到自家孙女之后，目光一凝，接着她连忙转身装作没看见，把菜放在桌子上，转头又进了厨房。隐隐的，张健觉得这个老人家似乎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你们先玩一会，我去帮奶奶端菜。老人家，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你愿意的话，能说给我听听吗？说说吧，看年纪，我应该跟你的孩子差不多，你就当我是你儿子，有啥烦心事跟儿子说说。听到跟儿子说说，老太太身子猛然一怔，那压抑的情绪，那万千的委屈，顿时如决堤的洪水袭来。儿子，我的儿子呀！她的情绪崩溃了，
他的呼喊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但发出的声音却是那样的微弱，因为他不想让孙女听见。你就把我当你儿子好了。妈有委屈对儿说，咱娘俩聊聊。老太太抬手擦了擦眼泪，看向张健时挤出一个苦涩的笑容。小伙子，你刚刚叫我那一声妈，我真的是好久都没听到了。我儿子儿媳他们都不在了，我老头子也因为受不了打击跟着走了。现在家里就剩下我跟我孙女2个人了，我就想，要是我死了，我这孙女那么小，没人护着的话，肯定会受很多委屈的。我就故意跟她吵架，让她哭，这样的话，以后她要是再遭冷眼，在被人欺负的时候，她可能就会坚强一点。小伙子，你是个好人，谢谢你。老人家，你想过没有，如果那一天你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无依无靠了。他不知道爸爸妈妈不在了，他会恨他们抛弃了他，想起你的时候，他也会饱含恨意。他的余生完全有可能会在无尽的怨恨中度过。你想的不应该是只让他活下去就好，而是如何能让他活在阳光下。老人家，我想帮你和丫丫，你愿意接受吗？我愿意，只要是能让我的丫丫好好活下去，我什么都听你的。那我们来制定一下接下来的计划。首先，我们就要告诉丫丫真相。其次，这么大的计划，你一个人真的能办到吗？我没说过我要自己办这件事，我也不敢保证我能不能办成这件事，但是我想试试。老人家，方便的话，能把您儿子儿媳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吗？一会儿吃了饭，咱们就带着丫丫去看看他的爸爸妈妈。在望儿山的墓地那里，因为家里实在没钱，只能给他们选了一个最便宜的墓地。好，那您先把饭菜端出去，带孩子们吃饭，我借用一下您的厨房。那就拜托了。老太太答应一声，便开始将剩下的饭菜端了出去。而厨房里，张健正是镜头。他没学过演讲，但是他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合不合乎节目组的规矩，但我想网络存在的意义就是做一些对的事，传播一些正能量，能帮助到一些人。我想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不过我现在想重新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无名的人，我是一个拼了命才离开了山沟沟的人，我是一个燃烧了父母以及自己半辈子生命才勉强拿到一个普通人剧本的人，我是一个离家多年的人，我是一个赶路的人，我是一个宛如蝼蚁一样的人，可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是顶天立地的人。我会在该沉默的时候沉默，我也会在该怒吼的时候怒吼，而现在就是我该怒吼的时候，因为我见到了值得我仰望的人，他们为了救不相干的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把善意都留给了这个世界，我们又怎么忍心让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妈妈一直处于刺骨的风雪中？我自认挡不住漫天风雪，可我知道他们头顶坍塌的天，我遮住一点，他们头顶的风雪就少一点。我也知道像我这样无名的人有很多，若你们愿意，我们就能把他们头顶那破碎的天给补齐。凡人为光，星火成炬，聚沙成塔，积土成山。如果你愿意与我一起补他们的天，下午望儿山见，至少让他们留在人间的善意也洒在他们的妈妈和女儿身上一点，哪怕只有一点也好。女孩与父母仅仅相隔500米的距离，却3年未曾见面，并且女孩只要提起父母，就会被奶奶关进小黑屋。而这个男人的出现让奶奶答应了女孩去找父母的请求，可女孩见到父母的那一刻却崩溃了。丫丫，吃了饭，我带你去看爸爸妈妈好不好？真的吗？真的，吃了饭就去。太好了，萌萌，你跟我一起去吧。我爸爸可以把我们扛在他肩膀上飞，我的妈妈会扎各种漂亮的辫子。对了，你的爸爸送了我衣服和玩具，等见了我的爸爸妈妈，我也让他们送你衣服，送你玩具，好不好？好。孩子，别怪叔叔，你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你也必须知道真相。与此同时，望儿山守墓员站在一个墓碑前，看着墓碑上那张面带微笑的小女孩照片，泪流满面。闺女，你已经离开爸爸整整5年了，不过你也不用怕，爸爸会一直守在你身边的。对了，爸爸跟你商量个事，今天有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小姑娘过来看爸爸妈妈，如果可以的话，你去帮她找找，让她的爸爸妈妈回来看她一眼，你也回来看我一眼。闺女，爸爸真的好想你。奶奶，见到爸爸妈妈了，我们是不是就有钱了？会的，到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再捡垃圾了，也可以上学，可以穿漂亮衣服。张健的语气很是笃定，因为节目组刚刚已经让跟拍大哥转告了他，星火慈善机构的组建计划已经向上申报了。虽然各种手续繁杂，但是在机构正式运转前，上边给了一个公开账户特权，可以接收善款。太好了，我可以上学啦！能行吗？万一孩子受不了怎么办？不管他能否接受，事实都已经无法改变了，而且多瞒一天，丫丫对爸爸妈妈的思念就更多一分。当务之急是让丫丫先认清事实，然后再决定如何引导。好，我都听你的。老人家看你手机都烂成那样了，送你个新的手机吧。这华为 Mate 60 Pro 支持卫星电话，没信号也能打。我不要，这太贵了，之前好多人加价都抢不到呢。
没事你就拿着，反正我是在左下角免费领的，发货信息还在这儿呢，想要去我左下角领一台就行了。那怎么丫丫说在你之前的左下角没抢到？这次我换了新厂商合作，左下角不仅准备了不限量的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还新增了5000台 iPad Pro 做保底福利。点左下角下载就行了吗？光下载哪行啊？你要注册啊。左下角只要注册参与活动就领取界面了，苹果华为喜欢哪个领哪个。领起来很难吧？不难，我左下角都是优先领取通道，首充就能拿648满阶神装和 VIP， 3天飙升1000级，随便玩玩苹果华为秒发货。奶奶，爸爸妈妈他们为什么要在山上？这里距离我们的家也不算远，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吗？老太太又是愣了一下，依旧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好在丫丫并没有非要现在得到答案的意思。算了，我还是等一会见了爸爸妈妈之后问他们吧，他们要是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是会生气的。很快目的到了，两个小丫头倒是没怎么注意，还在花香和阳光中追逐嬉笑着。而张健举目四望，见漫山遍野没有一个人影，心里不由得一沉。这个社会真的如此冷漠了吗？我还以为我可以效仿球球和秦轩，用自己的力量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想想是我有些不自量力了。左下角这么快，领的苹果15 Pro Max 这就发货了？那肯定，我左下角都是极速连接。奶奶，我爸爸妈妈呢？他们在跟我玩捉迷藏吗？丫丫，丫丫，你不是要看你爸爸妈妈吗？他们就在这里。闻言，丫丫脸上的笑瞬间消失了，就连一旁的萌萌也是明白了什么，走到张健的身边。奶奶，你骗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是墓碑。丫丫，这是真的，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变成星星了，不过他们没有离开你，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你。丫丫，如果你想哭，你就哭吧，在你的爸爸妈妈面前狠狠地哭出来。走了，他们永远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他们真的不要丫丫了。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上，捧在我心上，陪着你。轻柔婉转的声音伴着微风响起，微风的声音，那油菜花和树叶的声音是他的伴奏。丫丫，让他唱吧，那是他唱给妈妈的歌，歌词里都是他妈妈要对他说的话。来了。张健忽然热泪盈眶，他的视线里人头攒动，甚至比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还要多。也随着人群的到来，3只蝴蝶翩然飞舞，2只落在了丫丫的肩头上，另一只径直飞去了半山腰，落在了守墓人的手上。闺女，是你回来看爸爸了吗？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那歌谣让一个女儿距离她的爸爸妈妈更近了些，一曲唱罢，蝴蝶飞走，没给她留下只言片语的关心。爸爸妈妈，我要爸爸妈妈。终于他爆发了，他抱着冰冷的墓碑，哭得撕心裂肺。不过没人去打扰他，所有人都默默地陪着他。丫丫的父母，请你们放心，你们的善意不会被辜负，你们的孩子有人陪，你们的妈妈有人养。忽然一声锣响，一个汉子带着一个小孩在众人瞩目中冲到了人群中央。汉子二话没说，直接扑通一声跪在了老太太的面前，而那个小男孩也是双膝跪在了墓碑前。爸爸妈妈，儿子来报恩了。爸爸跟我说过，死的应该是我，是你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换了一张复活卷轴。从那一天起，你们也是我的爸爸妈妈了。你们放心，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好好的保护妹妹。爸爸妈妈，儿子给你们磕头了。脑袋一下下撞在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而黄志远的爸爸黄文华则是跪在了老太太的面前。妈，不需要再多言语，一声妈已然表明了他的心意。老太太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黄文华，不自觉地将他的身影和自己儿子的身影重叠。儿呀，我的儿呀。这时跟拍大哥找到张健耳语几句，张健瞬间面带微笑地走到了老太太面前。老人家，节目组针对你们的情况已经筹集到了不少的善款，以后您和丫丫的生活完全不用愁了。张健的声音落下，现场顿时响起了不少掌声，不过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贼黄子渊父子抠考吗？是呀，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感恩，我都怀疑是不是早有预谋了。尽管周围的指点和议论声不大，可黄文华和老太太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心中权衡一下。老太太凑到黄文华耳边说了几句后，便看向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我老婆子嘴笨，感谢的话我也说不出多少，不过现在我想说一说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那些捐款我们1分钱都不要，我们要花钱的地方的确很多，不过现在我们不再是孤苦伶仃了，
我的儿子回来了，丫丫的爸爸回来了，就算是生活很难，我们大可以走慢一些，至于那些钱，就留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吧。我也在这里当着镜头做一个保证，我黄文华一定凭我自己的本事，让我的老娘还有丫丫过上好日子。我也是，我一定好好孝顺奶奶，好好保护妹妹。父子俩一番真诚的保证，让现场还有网络上的质疑声顿时烟消云散。之后，张健和萌萌婉拒了丫丫他们请吃晚饭的请求后，就踏上了下山的路。爸爸，我想学好多本领，那样的话，不但能让你跟妈妈过上好日子，还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啊，不过你可要知道，帮助1-2个人容易，可你要是想要帮更多人，或者是长时间帮助一个人的话，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要有财力，有精力，更有可能遭遇农夫与蛇的故事。所以萌萌你也不必太过着急，你就慢慢长大，慢慢领悟就好。半懂不懂的萌萌点点头，心里已经是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而3号直播间的直播画面里，早已是一片的鸡飞狗跳。只见秦轩、球球还有高成龙3个人齐刷刷地站在别墅大厅一角，看着高成凤拿着棍子和他那被关在笼子里患了老年痴呆的父亲对骂，热闹的不要不要的。球球，我想回家。俺也一样。他将父亲关进狗笼，然后又拿起木棍狠狠地敲打笼子，接着他又叫家里的客人过来围观。可客人看到这一幕，却吓得顺着墙角就要溜走，可刚走到门口，却被女人叫住了。你们这是要走？你好像很忙，我们还是去别处要饭吧。原来秦轩和球球在去完成节目组布置的去陌生人家里蹭饭的路上偶遇了疯掉的世界象棋冠军高成龙，然后就被其姐姐邀请到来家中，就发生开头的一幕。嗨，来都来了，走什么呀？丢了手里的棍子，高成凤无意地挽了挽袖子，只见手臂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的淤青伤痕，看得秦轩和球球后背发凉。你这是？别看他老年痴呆，力气可是大得很，我给他洗澡喂饭的时候，他可会报复了。你们坐会吧，我现在去做饭。我可是好久没和正常人一起吃过饭了，时间一长，我都以为我自己也是个疯子了。爸爸，我感觉大姐姐好像很孤独，我们就留下来陪她吃顿饭吧。一个傻哥哥，一个病老爸，恐怕他还真的没时间去交朋友，而且把自己老爸关笼子里，一般人都会认为他的精神也不太正常吧。行，那就不走了，我去厨房看看能不能帮点忙。棋，陪我下棋，求求了。陪他玩会儿吧。别看我哥现在有点傻傻的，下象棋的话，你还真不是他的对手。真这么厉害？那我就陪你走一局。听到秦轩答应，高成凤赶紧来到客厅，将茶几收拾了出来。说来也奇怪，你说他疯了，可他下棋的本事是一点都没受到影响，就连周围下棋的老头都被他给赢怕了。你说若是有人能再赢他一次的话，他是变得更疯，还是会恢复正常？试试不就知道了。你能赢他？红先黑后，我就不客气了。两人不再言语，你一步我一步的走了起来。好无聊啊。球球，过来，爸爸给你讲个小故事。爸爸，你能不能给我讲点大人的故事？我不想听3岁小孩听的故事了，太幼稚了。好好好，给你讲大人的故事。从前有个人发现了一个宝库。将军。故事讲完的同时，秦轩对着高成龙喊了一声，高成龙顿时呆住。所以球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人不能太贪心，即便是面对金山银山，我们也只有2只手，拿了玉如意，就拿不了金银镯。人不满足，就会被贪心所害，要知足。这是谁家的闺女啊？怎么这么聪明？其实下棋也是一样，你越是一个棋子都不想丢，你的羁绊也就越多，你越不舍，就越不可能得。最终，你不舍的那些东西，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你的阻力，到时候根本就不用别人将军，怕是你自己都顶不住了。看似秦轩是在告诉球球一些道理，但实则这些话都是说给高成龙听的。绝杀！秦轩话音落下，高成龙原本绷紧的身体忽然一松，整个人就像是虚脱一样瘫坐在了地上。你真的赢了我哥哥！必须的！秦轩轻轻点头，高成凤这才放下盘子，冲到了高成龙的身前。哥，你醒醒，你看看我是成凤啊，哥。错了，我知道哪里错了，再来。喊了一嗓子，高成龙眼光炽热地看向秦轩。这一幕看得高成凤一阵的恍惚，他好像又看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哥哥。不过这时候，高成龙怀里抱着的小狗却忽然挣扎了起来。嘘，他叫初八，不过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条狗，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唉，这也算是个好消息吧，最起码病情没加重。秦轩和高成龙继续围绕着楚河汉界对杀，终于在秦轩几次杀败高成龙之后，高成龙不再纠缠秦轩接着下棋了，他的鼻子抽了抽，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我以后再也不要玩象棋了。好了哥，象棋不好玩，咱们以后都不玩了，我们吃饭。为什么不把你爸爸送到医院呢？让专业的人去看护，你也可以轻松一些。唉，他的病有些特殊，
正常的医院不收，送精神病院的话，他一天又总有那么几个小时是正常的。他正常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精神病院，他心里该有多难受。还有，他需要经常被刺激来延缓大脑退化的速度，这也是我总是要跟他对骂的原因。不过不管怎样，我们一家3口都在一起，即便是鸡飞狗跳的，可也是不失为一种幸福。高成凤的话里听不出一点抱怨。也在这时，他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接起电话，是高成凤老板打来的，说是有一个客户对高成凤做的企划书很感兴趣，想要听他现场讲解。高成凤直接就答应下来，问了地址之后就准备出门。球球和秦轩也与其告别，踏上了回家的路。听说游乐场的鬼屋升级了，老爸带你去体验体验。切，鬼屋一点都不吓人，要不我们去玩蹦极和跳楼机？不行，小孩子的骨头比较脆弱，玩那种太过惊险的项目容易受伤的。不过我可以带你去坐海盗船和过山车。行吧，那我就凑合玩吧。与此同时，高成凤已经来到了青云山，因为青云山的山路较窄，所以高成凤只能徒步上山。沿途随处可见带着装备在山上露营的人，甚至还有人开着直播在半山腰弄烧烤。山上不是禁止出现明火吗？这怎么还弄上烧烤了？真是一点消防意识都没有。唉。很快，高成凤来到山顶，见到老板和客户，他也就开始了侃侃而谈，说着自己企划书里的各种详细细节和规划。可谁都没注意，一股青烟正在青云山的半山腰徐徐升起。山林失火女人不但不逃，反而朝大火深处跑去，就连来营救她的消防员，她也要先骂上2句，然后再让消防员脱掉防护服后，才愿意让其营救。别碰我，你那手上都是灰，衣服也脏死了，离我远点。你把山给点了，现在人家来救我们，你还嫌这嫌那的。我告诉你，别碍事，我可有精神病，弄急眼了，我直接在这里给你来个火葬。我也不是故意的。原来就在1个小时前。加成时间到了，家人们一起冲，把对面打趴下。有没有大哥大姐搭把手的？就差1000票啊！唉，又输了。一脚将烧烤炉踹了一个底朝天，里面烧红的木炭一下子滚了一片，刹那间浓烟四起。最要命的是，有一块烧红的木炭直接把一棵枯树点燃了起来。呀，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坐牢啊？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不就是烧几棵树吗？我去，直播间涨到2万人了，还在涨，怎么样？这把火烧得不错吧？他大笑着，在汹涌的山火旁边跑来跑去博眼球。有几个胆子小的，看火势有些不受控制，便急匆匆的想要逃离。不过银宝却故意朝着火大的地方跑去。与此同时，青云山不远处的游乐场里的球球忽然指了指青云山的方向：“爸爸，有烟，那里是着火了吗？”“真的是着火了呀！”“爸爸，我们要不要去帮忙？”“帮忙？我们不给消防员叔叔添乱就是帮忙了。走吧，球球，下一个项目过山车，希望你不要吓得尿哦。”“切，你别被吓尿就好。”“叔叔，你好了吗？我们要进行下一个项目了。”“球姐，我求求你饶了我行不行？我家里可是上有80岁老母，下有刚会跑的儿子，我这里有0口摄像机，你俩带上拍第1视角就好了。”另一边，青云山正在陪着老板还有客户侃侃而谈的高成凤也是发现了火情，不过现在路被大火封住了，闯过去的话太不现实，他们只能往山上跑去。与此同时，山脚下消防车匆匆停下，由于山路较窄，消防车开不进去，队长江栋梁只好联系魔都消防总局，要求大量增援后，就带领30名消防队员徒步上山救人，也就发生了刚开始的一幕。我们现在要去最高处，然后清理出来一片安全区，让大火尽量离我们远一些，这样我们的生存概率才会更大一些。好，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有需要我们做的，你们尽管说。山下大批的消防员集结，却也只能是急得原地打转。局长，火线的宽度已经超过了30米，而且还在急速增加，我们上不去。全员登山，把能带的装备全部带上，先把向下的火势拦截。至于山上，我联系武警部门，看看能不能联系直升机过来。也只能祈祷他们能坚持到直升机赶来了。随着火势越来越大，距离青云山不远的游乐场也开始疏散人群，同时也开始播放紧急通知。请注意，下面播放一则紧急消息：青云山突发特大山火，消防力量出现较大短缺。如果您在青云山附近，请尽快赶往火灾现场，贡献您的一份力量。爸爸，我们去吗？我们当然要去。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知道，有些事情是不用犹豫的。同志，你带着孩子就不要进去帮忙了吧？我也可以帮忙的。球球，这不是游戏，你确实帮不上什么忙，咱们别添乱，先看看再说。秦轩对着消防员点点头，赶紧把位置让了出来，让其他的志愿者进入火灾第一现场后，拿起手机开始点开银宝的直播。只见此时的山顶已经完全被浓烟覆盖，烟雾伴着热浪向上翻腾，已经是有了遮天蔽日的架势。
快呛死了！魔都的消防员都死光了吗？都是废物吗？怎么这么久还不见有人上山救人？秦轩看着银宝的直播画面，一颗心也是狠狠地揪了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秦轩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阵阵摩托车的轰鸣声，抬头就见几十辆越野摩托车呼啸而来。站住！车子不能上山！见交警拦车，那些小伙子直接弃车，匆匆加入了灭火的队伍。他们都是附近一个越野摩托车俱乐部的人，听到青云山需要支援，这才骑车赶来。不过秦轩却是看着这些摩托车时，忽然想到了什么。大哥，帮我看着球球，我去帮忙。爸爸加油！等爸爸回来。秦轩说了一句，转身就朝消防车前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走去。你们谁是总指挥？同志，你有什么事吗？我有办法救山上的人，需要你给我一个特权。怎么说？我可以骑着摩托车冲山。不行，一旦出现意外，你也会没命的。我有把握骑车冲山成功，我有这个技术，就算是失败，我也会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时间不多了，再耗下去不用火烧到他们的身上，光是烤都能把他们烤死的。让我冲一次，如果失败，我立刻离开。好，那就给你一次冲山的机会，不过你要答应我，一切要以你自己的生命为主。你都需要什么装备？防火服，最好是再准备一些水、氧气瓶，我不可能一次性把所有人都带下来，最好是每一次往返都带点装备，增加他们的生存时间。快去准备防火服，全力配合他。秦轩用最短的时间穿戴好了防火服，又将5个氧气瓶还有2小桶水绑在了摩托车两侧，也就出发了。江栋梁，你还在吗？你再坚持一下，有人上山了，听到回话。有人冲山。他心里3分疑问7分的震惊，因为火线的宽度已经到了一定距离，即便是身穿专业的防火服，想要步行穿越的话，也无异于飞蛾扑火。所以现在潘烈跟他说有人上山了，又叫他，怎么可能不震惊疑惑呢？收到，真的有人可以冲上来吗？心里的疑惑正在放大，下一秒，一辆摩托车凌空从火焰中飞了出来，随后一个甩尾急刹，秦轩直接将摩托车横在所有人面前。秦轩，大火烧山，100人被困，可奇怪的是，99人都不着急逃命，而是排起了长队，轮流踹起了一个18岁的小姑娘，且每人只踹一脚，然后再去后面排队。谁是江队长？我是。小兄弟，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们这是……原来1个小时前，女孩为了直播间的流量，竟然点火烧山，并且在消防人员赶来营救时，还一再侮辱消防人员。众人看不下去了，只好教他做人。对了，江队长，这是3个氧气瓶，2个小型灭火器，还有1个小水桶，这些物资能帮你们多撑1秒是1秒。我现在马上下山，可以带1个人跟我一起下去，要不你跟我走吧。兄弟，我们消防员怎么可能丢下老百姓自己逃命？我跟我的队员都不走，你先救他们。江栋梁指了指那些颤抖着聚在一起的普通人，理所当然的把优先逃生的机会让了出去。秦轩也不墨迹，直接开口：那好，高成凤你过来，给他穿上防火服。这里这么多人，凭什么先带他下去？我快被烤死了，我要第一个下去。所以在秦云山，我做2倍，那个缺心眼的东西，一会儿要是命大没死，帮我给他一点炮。真是服了，秦轩刚刚都叫了高成凤的名字，人家一看就认识啊。再说了，就算是不认识，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冲山，想先救谁也轮不到你指挥吧。这就是缘分呐。中午要是高成凤拒绝球球和秦轩的蹭饭请求，现在第一个获救的就不会是他了。银宝的所作所为直接被秦轩带的领口摄像头拍到，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厌恶至极，不知道多少人此刻都想顺着网线去打他一顿。程凤，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你男朋友，但现在我想让你抱紧他的腰。走了。高成凤来不及多想自己老板的表白到底正不正经，一把就牢牢将秦轩的腰抱住，下一秒摩托车就朝着火线飞去。而直播间里还有电视机前观看魔都新闻的所有观众，也在秦轩载着高成凤再次闯进火海后又紧张了起来。山下潘烈也守在了秦轩之前上山的那条山路前，更多的志愿者在专业消防人员的指挥下，工作效率可以说是火力全开。消防车上不了山，但是也作为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置于北山脚下。这关键时刻，这手机居然没有信号。局长，你用我的华为 Mate 60吧，可以直接卫星电话通信，应该联系得上。你用的是华为 Mate 60呀，这信号确实好，就是不知道现在降价没。不用等降价，局长，你可以直接去左下角游戏里偷免费领，我这台就是里面领的。现在游戏都可以领手机了吗？其他游戏不知道，但是我左下角的冒险迷岛游戏是可以的。现在是新版本活动，不仅华为可以免费领，苹果15 Pro 也可以免费领呢。苹果我也领到了，但我都不怎么会玩游戏呀。没事，左下角游戏上线就可以自动挂机的，而且开局就送1200连抽，5星神宠随便出，开局就能拉满战力，领苹果华为都是轻轻松松。真不用充很多吗？不用，左下角游戏主打微氪做大佬的，首充就能得大礼包，商城装备随便买，而且简化了手机领取门槛，
只要是从视频左下角的福利链接下载的，实名注册完就能有领取界面。苹果、华为想要哪个选哪个的。还真有爱。我也是。平安，一定要平安。让开，快都让开一些！随着他的呼喊，其他人也都听见了摩托车的声音。终于，一辆疾驰的摩托车冲破了山火屏障，从山上飞了下来。医疗队快救人！秦轩，山上什么情况？人还都是安全的，而且我已经跑了一次，对路况也有了一些大致的记忆。之后的往返时间还有压缩的空间。好，还是那句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简单说了2句，秦轩又急忙驱车冲进了山火。也就在这时，山脚下忽然响起了一阵骚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可以帮忙的，就像那个大哥一样。等一下，我已经联系了消防局的局长，他马上就从山上下来。哦，快卸物资，上车。周山点头，立刻就有2个消防员帮着他穿上防火服。而那个引发山火的始作俑者银宝，而是躲到了一个角落，把手机对准了剩余等待救援的那些人。瞧瞧，这里有老人，还有10几岁的孩子。就算是他认识那2个人，也要先救老人和小孩吧。有些人真的是看起来在做好事，实际上却是自私的很。银宝说的对，老人、妇女还有儿童都是弱势群体。那个叫秦轩的，的确是应该先救这几类人。我还以为他中山是有多么的伟大，还不是带着私心去的。估计救完了自己认识的人，就会找借口不再上山救其他人了吧。银宝这番话直接是带着一群没脑子的人掀起了不小的舆论，甚至连被救的周山也被人骂了起来。好了，可以走了。山脚下，潘烈来到了警戒线前，目光扫了一眼那些年轻人，心顿时激动了起来。换作平常，他若是在路上遇见这么一群打扮潮流、骑着机车的小伙子，多半要在心里吐槽一句不良少年的。可现在看着那些少年嚷着要来出上一份力，潘烈的心里无名升起了一种欣慰的感觉。也在这个时候，周围人有些窃窃私语响起：纹身的、打耳钉的、大小伙子戴项链的，一看就不靠谱。看起来都是00后吧，别上去添乱了。别到时候当不成救世主，还哭着要人哄。是呀，好人谁玩骑车呀？说什么呢，老东西？你说谁不是好人？这就奇了，你还敢打我是怎么着？我都和你爷爷一般大了，真是不知道尊敬老人。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你们可以进去帮忙，但记住，你们的任务就是用摩托车往山上运送消防物资，给一线的消防员提供后勤保障，千万不要擅自行动，听懂了吗？明白。少年们本来还要与那些老人争辩，听到潘烈的话之后，一下兴奋起来。警戒线拉开，一辆辆摩托车咆哮着冲了过去。队长，物资供应不上，我们根本就挡不住山火。挡不住也要挡，这不是山路，这是那些人唯一的生路。让老子知道这山火是谁放的，老子铁定让他下半辈子都在牢里度过。这边山火又下来了，快来这里！直面山火的战斗现场，呼喊声嘈杂的响成了一片。记者刘星最后不但没去采访，反而是把话筒一丢，加入到了灭火的一线。也在这时，传来轰轰轰的摩托车声，一群少年突兀的出现在山火第一线。这是消防物资，他们带来了消防物资。一群人将10几个少年围拢起来，摩托车上的消防物资被瞬间清空。也与此同时，火线之中，一辆摩托车也冲飞了出来。不过冲出火线之后，秦轩的目光一下被那一群机车少年吸引了。那10几个机车少年也齐刷刷看向了他。就这样对视了2秒过后，双方不约而同的都向对方伸出了大拇指。而后秦轩原地甩尾，那些少年也齐齐掉头。一个人上山，一群人下山，他们背道而驰，可目标又是那样的一致。而这时，高成凤恢复了一些状态后，就找到了潘烈。我知道是谁引起的山火。这位女同志，你别慌，慢慢说。是一个叫银宝的人，我当时看见他在山上弄烧烤架子了，大概率是他。在山上烧烤，这跟主动放火有什么区别？我们会做调查的，这山火要真的是那个银宝引起的。警察署的署长没把话说完，不过那一声冷哼就注定了引发山火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此刻山顶上就剩银宝最后一个普通人了。最后一个了，秦轩，你还是先带他下山吧。好。此刻的银宝早就穿好了防火服，他坐上摩托车，一只手抓住秦轩，一只手依旧拿着他的手机。看到这一幕，秦轩眼神一冷，一巴掌打飞了银宝的手机。你要是想死就自己去死，别来害我。告诉你，一会儿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坐在后边，别乱动。只要是我感觉你给我徒增一点危险，我就先把你丢进火海里，听到没有？我知道了。半山腰，潘烈也加入到了灭火第一线。原本呼啸的山火已经不再那样势不可挡了。他忽然明白人心齐泰山移的含义。也在这个时候，秦轩再次从山火中冲了出来，依旧是漂亮的甩尾刹车。不同的是，车子后座的银宝一下被他甩飞了出去。不过还没等他站起来，几个警察就冲了过来，为他戴上了一副漂亮的银手镯。你们凭什么抓我？
女子1个小时竟涨粉100万，可她还没来得及高兴，100万人竟同时拨打了报警电话，要求逮捕女子。凭什么抓我？我们通过调查取证，确定山火是你引起的。现在我们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你们冤枉人！抓人是要讲证据的，物证有吗？人证有吗？你放火的过程全程直播，视频证据已经被截取，还有人证，你直播间100万观众都可以作证。警察叔叔的声音冷冷响起，银宝瞬间冒出了冷汗，他的心里终于是出现了一抹惧意。带走。原来女子为了流量竟放火烧山，导致100人被困在山上，由于火势过大，就连营救的消防员也被困在了里面。不过多亏这个男人骑着摩托一次次的在火里穿梭，才将人从山火里营救出来。原来山火是这个蠢货搞出来的，早知道就在下山的时候给他丢到火海里自生自灭了，省得出来祸害人。心里想着，消防物资也准备完毕，秦轩再一次冲进了山火。再上山，秦轩的营救目标就是消防员了，这让秦轩的心情大好，精神头又振奋了起来。叔叔，我爸爸会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危险的，你看他正在救消防员叔叔下山。跟拍大哥轻轻拍拍球球的肩膀，把自己的手机摆在了球球面前，用手机看秦轩第一视角的直播。这次下去之后，你不用着急上来，好好休息一下吧。你带上来的物资完全够我们保命的了。山顶上30个消防员已经被秦轩带下去了大半，不过秦轩从开始冲山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6个小时，他的体力早就开始透支了。好嘞，答应一声，秦轩再次朝山下而去。不过在一个小拐角的地方，车子忽然剧烈震荡，前轮直接飞了出去，几乎是出于本能。秦轩双腿夹紧摩托车，腰部和双臂一起发力，硬生生提着车把控制住了摩托车的平衡。怎么了，秦轩？没事，飞了一个轮子而已。好了，先都闪开个位置，秦轩应该是快要下山了。大哥，把摄像机对准路口吧，我觉得秦轩这次的出场应该会很帅。你怎么知道会很帅？说不定是先飞出来一个轮子呢。那摩托车都快被颠散架了。呸呸呸！瞧瞧我这乌鸦嘴，秦轩的摩托车一定没事，平安落地。说着，他将摄像机对准了那个路口。隐约间，山上传来了摩托车的咆哮声。不过山上的秦轩还没下来，却是有一个小胖子骑着一辆崭新的越野摩托车，载着一堆物资赶到了现场。轩哥还没下来吗？还没，时间差不多了，应该马上要下来了。说话间，山上摩托车的呼啸越来越近，众人急忙看向路口位置，脑海里忍不住幻想着帅气无比的画面。只是在所有人的期待中，秦轩的身影还没出现，一个摩托车轮先飞了出来。啊，那是一个车轮。这好像是我借给轩哥骑的那辆摩托车的轮子。怎么轮子先下了山，人呢？忽然又是一阵的摩托车咆哮传来，所有人又再次看向了火线。一秒，一个男人骑着独轮摩托车从火海中飞了出来，这次没有甩尾急刹，独轮车硬生生原地画了好几个圈才停了下来。轩哥，你没事吧？没事，和前轮闹了点别扭，他一生气就先跑了。哥，我正好又弄上来了一辆车，正好给你用。兄弟，我可是不知道你这车报废之后能不能给你报销啊。又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秦轩侧目扫了一眼潘烈，这话看似是说给小胖子听的，实际上却是说给潘烈的。潘烈自然是听出了秦轩的意思，当即便走了过来。肯定要报销，灭火救人本来就是我们消防部门的责任，肯定不会让你们白出力，还要损失个人财物的。不用报销，我说过，我家最不缺的就是摩托车。直接把自己第3辆摩托车再次递给秦轩，秦轩也不扭捏，稍作准备，又开始了冲山。而这个时候，京都到魔都的高铁上，央妈派遣到青云山的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像正在路上。本来是为了万事游程过来采访你的，没想到你转眼又跑去冲山救人了，你可真让我好奇呀。江队长坐稳了，还有2个小弯，我们就安全了。好。很快，秦轩载着江栋梁安全冲出了火线的包围，50个人，一个也不少的都被秦轩营救了出来。累吗？累，不过你要是亲爸爸一口，爸爸就不累了。秦轩先生，请问我可以问您一些问题吗？只要1小会就好。秦轩先生，你本可以袖手旁观的，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的冲进火线呢？爸爸，爸爸，快闪开，快闪开！呼啦一下，医疗队直接把包围秦轩的那些人全部推开，把秦轩抬到了担架上，朝着救护车跑去。救护车上，秦轩的耳边终于是安静了下来。在几个医生要扒了他的衣服进行检查的时候，忽然坐了起来。我没什么事，就是太累了。邪了门了，怎么医疗队都是些年轻的女孩子？深夜，一辆救护车一个小区门口停下，秦轩抱着球球从救护车上走了下来。接下来的3天没有亲子大冒险任务，你带着球球好好休息一下吧。临走，跟拍大哥说了这么一句，从明天开始，秦轩大概率是会被各种采访，各种的表彰，所以导演决定将原本制定好的下一个亲子大冒险任务推后延迟，
时间来到凌晨4点多，正在酣睡的秦轩习惯性的拿起手机，下一秒，秦轩微微皱眉，然后又一咕噜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是官方账号，他看的正是一则现在热度最高的冲山视频，视频里的主角自然就是他自己，而秦轩关注的则是这条视频下方众多官方账号的留言，尤其是一条来自纳州消防的留言，直接是看得秦轩眼前一亮。冲山辛苦，救了我们那么多的蓝兄弟，不如来我们那州降降温，泼水节什么的，小孩子最喜欢啊。这到底是内州消防局发的，还是内州文旅局发的？不过不管了，去玩一天好像也很不错。车费报销不？包吃包住包陪伴。简单的交流几句，秦轩的这次行程也算是彻底的定了下来。不过临行前，秦轩还是觉得有必要和节目组的导演古富奎说一下。古导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秦轩啊，你说。接下来的3天不是没有亲子大冒险的任务吗？我决定带着球球去内州玩一趟。没问题，你出行的所有费用节目组给你报销了，祝你和球球玩得开心。古富奎利索的答应，还大方的要给秦轩报销费用，之后又说了几句闲话，两人也就结束了通话。挂断电话，秦轩直接叫了一辆快车，然后用小毯子裹住还在熟睡的小丫头，朝纳州而去。男人将门打开一条缝，再把头伸到门外，往左看看，再往右看看，确定四下无人后，又急忙跑回房间，将女儿裹在被子里，疯狂地向楼下的出租车跑去。可还没等他上车，后面就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扛着一个大黑盒子，大喊着追了过来。就这样，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齐轩，你别跑啊，我是跟拍摄影。你跑什么？还以为又是哪个记者呢。原来男人昨天在大火中救下了几百人，随后各种嗅到流量的媒体就开始在他家门口转悠，只要他一出门，就会有无数记者将他围住。你怎么来这么快？是不是偷偷在我家附近买房啊？没，正好我起夜撒尿，就接到了导演给我打的电话，说那州消防邀请你去那州，让我跟过去拍摄，我都没撒完就跑来了。走吧走吧，车上不叫。说着，秦轩抱着球球率先上车，跟拍大哥将摄像机打开后也跟着上了车。哇，球球也太可爱了吧，可惜我只能对着手机屏幕狂亲，连他的小脸都捏不到。你们看，秦轩怎么拉出了一个柠檬？我去，这个老登太记仇了。球球之前用柠檬叫他起床，他现在是打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瞬间都紧张了起来，跟拍大哥也是一皱眉，然后急中生智，咳嗽了一声，试图叫醒球球。私人恩怨，请你不要插手。说着，秦轩的手微微用力一捏，2滴柠檬水就落在了球球的嘴里。只是1秒、2秒、3秒的过去，球球却是一点反应都没。不应该呀，这个柠檬是和上次球球往我嘴里滴的那个柠檬一起买的，应该会很酸了。脑袋上的问号再次多了起来。秦轩鬼使神差的扬起头，把柠檬举到嘴边用力一挤，一瞬间，秦轩就脖子一缩，一张脸扭曲的不成样子。同时他怀里的球球一张小脸也是变了形，小眉头皱着，一下从小毯子里挣扎了出来。害人之心不可有啊，我亲爱的爸爸。咦，爸爸，我们这是要去哪？有个小孩总坑爹，我要把他送人，吉吉国王来了都拦不住。哼！距离纳州还有100公里的距离，车子一个轻转向，进入了一个服务区。司机比较腼腆，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休息半个小时再继续出发。爸爸，手机没电了，我也饿了。来用我这个充。哇，不错嘛，爸爸，都用上华为 Mate 60 Pro 了。怎么，球球你喜欢也去左下角领一个？我刚领的苹果15 Pro Max 也发货了。爸爸，左下角之前我一次都没领到。这回不一样，只要从我左下角进去的上线就能看到。我已经跟厂商谈好了，现在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不限量领取。真的吗，爸爸？你可别骗我，升级肯定很难吧？我左下角可是粉丝福利专服，专属链接，升级快要求低，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爸，快教教我怎么领。你点左下角3秒钟下载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页面。福利专服升级快人10多倍，每天挂机升级奖励直接24小时包邮到家，先到先得。还没下载的赶紧点击左下角下载吧。走吧，我们去买点吃的。好耶，姐姐，我要4张牛肉卷饼，多加肉，再来4碗鸡蛋汤。好嘞，你这娃小嘴真甜，姐姐给你多放肉。谢谢姐姐。姐姐，这个靓仔是我爸爸，他付钱哦。说完，小丫头直接跑到了一个桌前，爬上了椅子坐好。只是秦轩刚打开扫码页面，跟拍大哥就已经把钱付了。这顿我请了，上次在滑雪场说请球球吃饭，一直还没兑现呢。其实这趟出行一切费用节目组全包的，不用你请，快把付款截图给我，这顿饭节目组请。能报销的话，也就没必要花这个钱了，以后再请球球。赶紧把截图发给了秦轩。不过等秦轩和跟拍大哥都坐下之后，球球看向跟拍大哥说道：
叔叔，你把截图发给我爸爸，那节目组报销的钱是不是就给他了？你花120，他赚120，还白吃你一顿饭。你把你爹想成什么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老爸可从来不会坑别人的钱。对，我的爸爸不会坑别人钱的，他只坑他闺女的钱。他可真是个有原则的人，嘿嘿。你好，请问你们是秦轩和球球吗？我是普市消防的一名森林消防官兵，我叫于塔。昨天在网上看到了你冲山救我们消防员的视频，我们局里所有人都很震撼，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们。嗨，球球，你好。于塔哥哥好，你的名字听起来很好吃。不止一个人这么说过呢。球球，听说你们是去那州消防玩的，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好玩的，不如你和爸爸先去我们普市消防玩一玩。于塔问得很是诚恳。不远处，他的那些战友们也都局促且期待地看着这个方向。而此刻，那州消防的官方直播间里，上百万的观众瞬间疯了。不好了，沁璇和秋秋的那州之旅要被截胡了。孙瑞楠小姐姐，别介绍给球球他们准备的东西了，快去普市抢人啊！看着弹幕上全部都是说秦轩和球球要被抢走，孙瑞楠急忙打开了秦轩的直播间，只见于塔正吐沫星子横飞的给球球洗脑。真要抢人！确定了于塔的真实目的，孙瑞楠直接跑去了局长办公室。而此时那州消防局局长正在哼着歌，看着一些文件。局长不好了，秦轩和球球被普市森林消防给劫走了。什么？局长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目光立刻看向了孙瑞楠的手机画面。是老庄手下的人，真是不要脸！气呼呼地骂了一声，局长拿出了手机开始拨打电话，可一连打了好几个都被拒接。这肯定是早有预谋的，老庄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心机。这样留下足够的人执勤，挑几个会逗小孩开心的，跟着我去抢人。局长当即做出决断。而此刻秦轩一行人已经掉头去了普市消防。森林深处，普市森林消防的一个驻点，不少蓝朋友都守在大门外张望了起来。来了！一声大喊后，所有人都朝着道路尽头看去。于塔开着车，脸上的得意都要溢出来，而秦轩和球球也被夹道欢迎的景象震惊了一下。等车进去了消防驻点，车门打开，立刻就有2个漂亮的文职小姐姐手捧鲜花走了过来。球球，欢迎你来到普市森林消防做客。因为秦轩和球球被普市森林消防截胡，那州消防直播间里原本的几百万人现在只剩下了3万不到了。孙瑞楠更是看着秦轩直播间里球球被一群消防员围着，给零食给玩具，甚至有几个消防员把球球放在后背上做起了俯卧撑，孙瑞楠都快急哭了。球球，咱们先来做一些消防科普的小游戏，然后我再带你去泼水节玩好不好？好。他将水管放在地上，然后像青蛙一样趴在水管上，接着他又叫人将连接水带的阀门打开，随即一股强劲的水流涌出，没一会男人就跟着水带舞动了起来。原来昨天男人在大火中救下几百人后，就被普市森林消防邀请来体验消防员的训练，可没想到的是，消防员最基础的高压水带就让秦轩舞动了起来。太难了，我感觉自己在和一个超级大力士掰手腕，我完全在对方的掌控之中。爸爸，你真的控制不住那些水带吗？爸爸对付那些水带就是哥斯拉吃豆芽，小菜一碟都算不上。不过今天的主角是那些消防员大哥哥们，要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不容易，要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尊重，懂了吗？好了，我们进行下一个项目了。接下来我们开始的项目是烟雾浓度过高的环境下集体配合逃生项目，现在开始穿防护服。爸爸，你变得更帅更酷了。听到没？我闺女说的是更帅更酷。秦轩的得意惹得不少人都有些眼气，不过没办法，谁让人家有那么可爱的闺女。等其他的消防员也穿戴完毕，于塔又高喊了起来：现在你们处于一个黑暗且充满浓烟的空间，你的视线受阻，你的行动受限。万幸之前你们在这里铺设了水带，现在相互配合，有序沿着水带撤离。所有人注意，以我为首，组成前后相接的队伍，开始沿着水带逃生。一个消防老兵喊了一声，顿时所有人都匍匐在了地上，摸索起了提前准备好的水带，跟着前方的队友行进。直播画面里，10几个消防员沿着水带连成一串，快速地朝着安全区撤离着。不过没走出多远，秦轩就不动了。他不动，他身后的几个消防员也就跟着不动。爸爸，你就算要故意突出消防员叔叔的专业性，也不至于这么假吧？这顶着一根铁柱子，一动不动算怎么个事？前面的人怎么不走啊？完成了撤离任务后，秦轩摘下了眼罩，看着自己刚才顶住的那根柱子，大笑起来。我说怎么走着走着停了，原来是根铁柱子，多谢你出手相救了，不然的话，我可耗不过铁柱子。
一句话又逗得所有人发出了愉悦的笑声。一下午的时间匆匆过去，秦轩拒绝了庄红岭还有于塔等人明天参加泼水节后，就朝纳州消防而去。最初答应去的地方是内州消防，所以不可能帮普氏森林消防上了分之后，跑到人家内州消防那里去纯粹的玩乐，看来也要帮内州消防上一波大分才行。与此同时，纳州消防的直播间里，本来因为秦轩和球球被截胡而不开心的孙瑞南，现在却兴奋地踹开了消防局长大门。局长，秦轩来了。他拒绝了普氏森林消防留下参加泼水节的请求，现在已经在半路上了。快叫所有人集合，我要训话。听着，我们纳州邀请秦轩来，是为了感谢他在危难关头冲山救人，所以我们的主题是感谢。至于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向更多人科普消防知识，要顺其自然，任何人不能有情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秦轩和球球吃好、喝好、玩好，能不能办到？保证完成任务。所有人也齐声回答。之前因为普氏森林消防的老六行为而生出的埋怨气氛也在这一刻放下。半个小时后，纳州的消防大院里，一群蓝朋友排坐，球球也被起哄请到了人群围成的圆圈里。我就给大哥哥和漂亮姐姐们表演一个小舞蹈吧，音乐。一道急速的警铃声忽然响了起来，刹那间，所有消防员飞速地跑向了集合区。出警了，走，我们也去看看。你们别去了，饭店的火灾涉及到天然气，非常容易产生爆炸的。局长，我想你误会了，我并不是要跟着一起救火，我只是觉得可以借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看到消防员们的战争，真真实实的拿命和灾难博弈，这比任何的宣传片、警示片都有意义。事实上，网络上关于消防员的信息还是太少了，人们大多知道消防员的辛苦，但也有太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说，什么职业办什么事，他们拿着消防员的工资待遇就该做好他们的工作。这话是没错，可仔细想想，要给你一个月多少钱的工资，你才愿意拿自己的命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消防员是一种职业不假，但这职业是神圣的，是光荣的，是值得人们尊敬和夸耀的。他们拿到的那些工资待遇根本无法和他们的付出达成正比。保证不添乱。行吧，不过你们只能在远处看，绝对不能靠近或者是进入火灾现场。小孙，你也跟着去，一定要看好他们，一定要小心。答应一声，孙瑞南也就带着秦轩几人驾车朝着报警地点赶去。快拉水带，先控制外围的火，别让他们蔓延。我的老婆和女儿还在里面，求求你救救他们！快起来，你跟我简单说一下你家人的位置和店里的布局。我老婆在1楼，我女儿在2楼。1楼的大厅很空，只有一些桌子板凳。大火和爆炸可能是厨房燃气出了问题。好，我知道了，你先推到警戒线以外，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亮亮强子，穿防火服，火里可能有人。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救救他们！救命！救命啊！这里！快搭云梯，水流掩护。队长边虎已经带着2个队员进入1楼火场搜寻被困人员。副队长在看到2楼窗口求救的人后，果断下了命令。不远处伤势严重的店老板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老婆还有女儿。没人，1楼没人了，不要进去了。你说什么？着火的是我家，快让刚刚进去的消防员同志出来，里面没人了，我的家人都出来了，快呀！队长，里面的人已经通过2楼安全获救，赶快撤离，请赶快撤离出来。收到，正在撤离。大火中，3道身影转回了身子，朝着门口撤离。即便是穿着防火服，火焰的高温也让里面的人难以忍受，连呼吸都费力。而警戒线外，人们隐隐约约地看见了3个身影从火中走了出来。出来了，太好了，他们没事。是呀，都出来了。看好球球。秦轩扛着摄像机跑近了一些，看到了边虎还有另外被炸飞的2人，正龇牙咧嘴地揉着被摔疼的膝盖和手肘。不过伤势看起来虽然不轻，但总算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我的狗还在楼上，快去救我的狗！女孩刚从火里逃出来，不料下一秒，她的父亲又将她往火里拽。就在快到大火边缘时，女孩直接被吓得瘫坐在了地上。看到这一幕，旁边的母亲是满眼的心疼，可也没有上前阻止，这也让旁边的球球看的是满脸问号。爸爸，刚才他不还在求消防员叔叔救他女儿吗？现在怎么又要拽他女儿去火里了？他这是在教他女儿一个道理。原来刚刚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将女孩救出后，女孩竟指着消防员的鼻子，指责他们没救出自己的小狗，让消防员再回去救狗。女孩的这一举动直接惹怒了他的父亲，也就发生了刚才的一幕。火也灭得差不多了，求求我们先回酒店吧，明天还要参加泼水节呢。爸爸，那些消防员大哥哥救一次火可以挣多少钱？为什么要这么问？因为救火危险，危险的工作就应该工资高啊。
那球球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去那样救人？若是单纯为了钱，那做什么行业不可以？为什么他们选择一些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的工作呢？我想不出。是因为一种叫做信仰的东西。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在为了心中信仰在救人，他们在以这种方式来保家卫国，无关报酬，只为心中那份无比赤诚的信仰。你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我知道那些消防员哥哥和兵哥哥一样，清澈的爱只为祖国。对，清澈的爱只为祖国，这就是那些人悍不畏死砥砺前行的信仰。球球也有信仰，球球也要保家卫国。好，那我们现在睡觉，养好精神，快快长大，才可以更好的为我们的祖国做贡献。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秦轩早早起来，小心翼翼地拿起了装柠檬的背包，准备再次用柠檬叫醒球球。柠檬哪儿去了？奇怪，明明就装在这里面的。老爸，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老爸。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快来洗漱，吃了饭咱们就去泼水节玩了。20分钟后，父女俩和摄影师来到了泼水节现场。秦轩拿出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武器，这个电动连发水枪，粉色外观，造型科幻，你值得拥有。这个大口径塑料水舀子，外观虽丑，火力却是不小。还有，秦轩卖力地介绍着武器。而这时，广场的中央的舞台上走上了一个乐队，主唱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嘿，大家准备好迎接泼水节了吗？准备好了。好，那就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狂欢。刹那之间，原本就热闹的广场直接乱成了一团，什么手动打药机、喷壶、水舀子、脸盆，各种样式的水枪都在这一刻成了人们攻击身边人的武器。放开我女儿！冲啊！其实老爸大多时候还是挺靠谱的。爸爸心里想着爸爸的好，球球对着秦轩就张开了怀抱，只是来打我呀，来打我呀！这是你逼我的。叔叔姨姨，哥哥姐姐们，我爸爸说你们那周泼水节一点都不好玩，泼的水还不如毛毛雨威力大。他还说那周泼水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干他！哼，跟我玩你还嫩着点。你们别呲我爸爸了！你们别呲我爸爸了！与此同时，那州消防局里一群蓝朋友将孙瑞南给围了起来。涨了200万，让我看看后台，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粉丝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截胡又怎样，还不是被我们拿捏。我刚才看了一眼秦轩的直播，他们就在距离我们这里不远的一个广场，要不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好啊，走。而秦轩这边战斗也接近了尾声，球球估摸着秦轩快要站起来了，就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复仇，一把抱住了秦轩。你们要呲就呲我吧，别呲我爸爸了。球球，爸爸，爸爸就知道没白疼你。就在秦轩一片感动的时候，陈子涵的家里，小丫头和陈峰2个人正盯着手机，看着画面里球球和秦轩在泼水节快乐玩耍的场景。爸爸，球球姐都被呲成落汤鸡了，我们去那州支援她吧。去那州可以，不过爸爸这手有点紧。一切费用我报销，快走吧。行，那我们直奔那州。就在他们踏上旅程的时候，身在那州的秦轩和球球已经彻底的招架不住了。球球还好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会对他留手，而秦轩则是把鞋都跑丢了一只。就在父女俩被泼得怀疑人生的时候，一辆消防车映入了球球的眼帘。球球，楠楠姐姐，姐姐，我打不过，我的水枪太小了。没事，玩水枪咱们是专业的，跟姐姐来。孙瑞南就带着球球钻进了消防车，等球球在出场的时候，已经被一个消防员扛在肩头，前后左右都有人保护着，而所在队伍的最前面，2个高压水枪格外的唬人。水流压力调节完毕，随时可以开始。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说的。开炮！球球瞬间统治了这一片战场，而这时球球却是注意到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在别人蹦跳的时候，他只能是用力的跟着音乐的节奏挥舞双手，只是他身前站满了人，他根本看不到舞台。不过早在球球之前，那个轮椅少年的身影就被拍摄到了直播画面中。演播厅里许久没开口的李静轻轻摇头，这孩子的父母太不负责任了，怎么能推着轮椅来参加泼水节，就这么坐在轮椅上挤在人群里，磕了碰了怎么办？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我不认同你的看法，他是坐着轮椅，可他并不是脑子有病，正常人喜欢的他都可以喜欢。
参加泼水节怎么了？或许人家就是不想别人拿自己当残疾人对待。还有他的妈妈，你有什么资格、什么理由去说他？人家请您做什么评论建议了吗？真是吃的和水管的宽。你吃药吃药。周路将提前备好的降压药往李靖面前推，还暖心的给李靖抿开了水瓶。而直播画面里，球球已经来到了那个轮椅少年的面前。你看那有个瘸子，说不定还是个瞎子。他不是残疾，他只是不方便而已。他不方便，我们可以给他行个方便，可为什么要说那样让人伤心的话？哟呵，小丫头编织，你想挨揍是不是？男孩安静地坐在广场中央，可奇怪的是，每个从他身边路过的人都会用力地捶一下他的手，男孩也不反抗，也不说话，直到手被捶流血的那一刻，男孩大笑了起来。原来1个小时前，你看这有个瘸子，说不定还是个瞎子呢。他不是残疾，他只是不方便而已。你们为什么要说那样让人伤心的话？小丫头编织，你早就是吧。哥哥，小妹妹，你说的对，我们先走了。哥哥，我也跟你一样，看不到舞台上的人呢，只能看到前面人的屁股。不过我们可以闭目聆听，说不定我们想象出来的画面比他们看到的还要精彩。精神的世界里，我们都是自己的王，通天彻地，无所不能。你有没有被举起来过？没有。哥哥，几个消防员瞬间明白了球球的意思，随后直接将轮椅少年举了起来。这一刻，他不用再依靠自己的想象来安慰自己，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舞台上的精彩。双腿残疾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身残心不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这时更多的现场观众纷纷围了过来，给男孩碰拳加油。这一刻没有怜悯，没有歧视，人人都是赤子心。与此同时，父爱如山的大本营里，副导演吕英俊急匆匆地找到了古富奎。古导演，樱花国一个带娃节目的导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想来我们龙国跟我们节目组的3个嘉宾搞联动。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跟我们的孩子比一下，看看谁家的孩子更厉害。我们接吗？拒绝的话就显得我们怕了他们，咱们丢不起那个人，可答应又懒得理会那个国家的人。答应他们吧，他们不是要比吗？那就让我们的孩子跟他玩玩，最好奶爸之间也搞个联动，到时候光是秦轩出马就能1个顶仨。时间来到中午12点，广场上的音乐会进入到了尾声，玩累的父女俩也朝酒店而去。爸，你带充电器出来了吗？我手机快关机了。没带啊。哎，我华为还有电，你用这个试试。能行吗？哟，还能反向充电，这么高级，不便宜吧？不花钱，直接左下角就能免费领。我知道这种广告，但是我之前下载过好多都没领到呀。别的我不知道，但我视频左下角是真能领到。手机都是经过平台验证的，不能骗人。你不信就下载一个试试，就3-5秒的事。下载了也没有啊。我看看，你别光下载不注册呀，不实名咋给你发货？我试试，还真有，还是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双福利。是啊，我现在左下角链接可是升级福利，不仅有苹果15，还有华为 Mate 60。直接点我左下角链接，再按立即下载，然后首充1元拿下满街神装和11元宝，挂机3天能升上1000级，苹果华为轻松到手。我也领一个。球球姐，球球姐，我想死你了。你离我远点，你早上是不是吃屎了？你才大早上吃屎呢，我只是吃了2串臭豆腐而已。你们怎么来了？也来参加泼水节吗？嘿嘿，这么好玩的节日，我当然要来了。球球姐，我还看你爸爸骑摩托车冲山了，真的太帅太勇敢了。陈子涵满眼的崇拜，球球闻言心里也是有些小得意。而这时秦轩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喂，秦轩，我跟你说点事情，正好陈峰也跟你在一起，我就不用再单独通知他了。古导演，什么事你说？是这样，当然了，说是联动，他们肯定是要整出点花样来的。我想问问你的意思。可以啊，主动把脸伸过来让我们打，我们怎么能客气呢？对，去让他们那小地方的人看看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好，咱们就这么定了。你们明天再在那州玩1天，等后天你们回魔都，正式开始联动。随着古富奎挂断电话，这件事情也算是拍板定案了。轩哥，你觉得樱花国的那个节目是想跟我们正经联动不？不管是他们是不是想好好联动交流，只要是跟樱花国扯上关系，我们就一定要压他们一头。可是如果他们早有准备，弄点什么比较专业的东西出来找我们比，那我们岂不是很吃亏？峰哥，你的顾虑是有一定道理的，说不定他们的带娃组合里，爸爸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着巨大成就的，女儿也都是从小就在某个方面精心严格培养的，用他们日夜苦练的技能，
来向我们挑战，这种不要脸的事情，那个地方的人完全做得出。那怎么办？如果真是这样，就要我们这些当爸爸的站出来了。我想带娃节目可不光是比孩子，还可以拼爹。我们是能站出来，可如果他们那边的爸爸也是一些在专业领域比较厉害的人呢？无所谓，我会出手，有必要的话，我也可以一穿三。00后都这么狂吗？与此同时，在一个民宿的房间里，一个5岁的小女孩正在对着一个沙袋拳打脚踢。小女孩目光凶狠，每一次击打沙袋的时候，都会发出一声怒吼。方子，你在气势方面还需要多加练习。停下来，气势一定意义上代表的就是你的决心、你的眼神、你的怒吼，是击败对手心理防线的武器。是，父亲。这个女孩正是来自樱花国那一档亲子节目中的一组家庭，爸爸武田，女儿芳子，是来自习武世家的一对父女。而另外一个房间里，名叫彩夏的小姑娘正在拿着一个乒乓球拍，挥汗如雨。6岁的她练习乒乓球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她的爸爸梁太是一名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曾经还拿过世界级赛事的金牌。彩夏，打完发球机里的球之后就不要再开始了，你已经3个小时没有休息了。爸爸，我的精准度和反应能力又增加了，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变强。当然了，我们的彩夏那么努力，肯定是会越来越强大的。好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好好洗个澡，然后休息。石拓海又在责骂亲母了，那孩子真是可怜。伸出来，你再躲一下，我就打你10下。再把刚刚的动作练上1个小时，不然不许睡觉。时间飞逝，转眼来到了第2天，秦轩几人也回到了魔都。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魔都的一座商务大厦顶楼，4名男子正满脸严肃地看着3个樱花国家庭的资料。一个是自由搏击手，一个乒乓球手，一个舞蹈专精，这不就是为了对应父爱如山这3个家庭的情况吗？真把我们这边的人当傻子了。大哥，要不跟老爷子说一声，给那边的节目组一点压力，让他们放老实一些。实在不行，就让那个节目组的赞助方全部破产，节目停播。我们还是先问一下大姐的意见吧。干啥？姐，你没事吧？没事，我身上的血是对手的。他的抗击打能力真是厉害，都跟陈峰有的一拼了。不过很遗憾，我的拳头更硬一些。对了姐，我想跟你说一下韩寒的事。韩寒怎么了？你先别激动，韩寒没事，是有一个樱花国的带娃节目找到了父爱如山节目组，想要联动。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背景，这3个家庭可不简单，我觉得这次联动有猫腻。怕什么？一个弹丸小国，来一个我们灭一个。可是他们的90后奶爸是武田，他现在已经是樱花国武道协会副会长了，并且他的女儿芳子从咿呀学语就已经开始习武了，而且我有预感他肯定会找我们家子涵搞联动的。一个从小被武道高手培养的孩子，子涵怎么可能打得过？到时候受伤了怎么办？自尊心受挫了怎么办？然后呢，小英你怎么想的？我想的是，可以通过投资方给他们那边的节目组压力，取消这次联动。要是他们那边的资本不同意，我就想办法让他们破产。一档直播节目而已，背后的资本大不到哪里去。孟凡英的提议一出，其他3兄弟也是连连点头。不过孟凡阳却是摇起了头。不行，我不同意。为什么？你就不怕韩寒受伤吗？是呀，你不是最疼韩寒了吗？我当然心疼韩寒，不过我们护不了他一辈子，他以后的人生还长，总要遇到一些挫折，成长的路上需要这些磕磕绊绊。这件事你们谁都别插手，不然的话79年前，祖辈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没想到现在又放言用3个女孩挑战我们整个国家，真是火山不爆发，他就很牛叉呀！接上集，父爱如山节目爆火，导致樱花国眼馋向我们发起挑战。这是战书，我们双方都正好是3组家庭，所以我们想要和贵节目的3组家庭的孩子交流切磋一下。当然，要是那3个孩子不敢或者不愿意的话，您可以在龙国全国范围内寻找他们的同龄人来接战书。要是整个龙国都没有小孩子接，那我们会尽快离开，因为我们的游学路还很长，孩子们很渴望变强。不好意思，我没明白你们到底是要挑战谁？是我们的导演吗？当然不是，我们的战书是下给你们的3个孩子的，也可以说是下给整个龙国的孩子。那既然是下给我们的孩子们，你把战书交给古导演做什么？你是觉得他能替孩子们做主吗？还是说你们在你们的那个节目里，一切都要听导演安排？我没跟你说话。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在别人正在交谈或者是话没说完的时候插嘴吗？问你呢，
你的战书是要下给谁？给你们的孩子。是给孩子的，那就去交给孩子，还杵着干什么？秦轩用命令加训斥的语气，让武田捏着战书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但他却不知如何反驳。小朋友，这是一份战书，你们要接受吗？耳朵不好吗？小朋友，我说这是战书，你要不要接受？上擂台打比赛都没这么紧张过，这龙国的小孩都这么邪门吗？挑战书，你倒是说说挑战的什么呀？要是比谁吃的粑粑多，我们可不跟你们比。小朋友，叔叔来和你说一下挑战的项目，然后你决定要不要接受挑战，好不好？好。我们要比的是自由搏击、乒乓球、舞蹈。等梁太说完，3个女孩看向了自己的爸爸，秦轩3人都轻轻点头。你们的请求，我们答应了。战书被接过去的瞬间，梁太的心总算是放松了一些。老先生，战书我们下了，事情也说明白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我们的孩子都很珍惜时间，他们这个时间其实是应该正在精进自己专长的。走吧。站住！秦轩先生，还有什么事情吗？你们的战书下了，我们的战书还没下呢。我秦轩以一个龙国奶爸的身份，向你们3个还有整个樱花国的男人们挑战自由搏击、乒乓球、舞蹈。你们的孩子怎么挑战的我们的孩子，我就怎么挑战你们。这是战书，敢接受你们就过来取，要是你们怕输的话，就让他随风飘走就好，你们就装作没这回事好了。放心，我不会把你们不敢接受战书的懦夫行为说出去的。还不会告诉别人？这可是2个国家同步直播，还用你去告诉别人吗？口出狂言的家伙，他是要一个人用这3个项目来挑战我们吗？他以为他是全能的吗？行了，战书接不接，你们自己商量一下吧，我们先走了。对了，我对你们的挑战，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形式，一切你们定就好，我这边随时奉陪。等着，我迟早要撕碎了你。从见面到散场也不过10分钟的时间，秦轩就把樱花国人原本的计划弄得稀碎，狠狠地帮国人出了口气。可这时演播大厅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秦轩这样做也有些太小气了吧，毕竟对方是国际友人，他简直就是在损害龙国的国际形象。李靖老师，你的意思是面对他们的挑衅，我们要笑脸相迎吗？那长此以往，国人血性何在？这个周路怎么总给我唱反调？还有，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大国气量若是滥用的话，只会让某些不自知的人蹬鼻子上脸。对待心怀不轨的人，你只有大耳刮子扇在他的脸上，他才会变乖。秦轩的做法没有任何毛病，底线要从一开始就摆明，且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秦轩的做法的确是解气，面对无端的挑衅就应该立刻进行反击，但他一个人用3个项目挑战樱花国的所有男人，这就有点太狂了吧。为了反击口无遮拦地说下大话，难道就不怕到时候丢人现眼吗？这个专家的话说完，整个演播厅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是呀，那3个挑战项目可都是需要很强的专业性的。秦轩还是太年轻，太冲动了。与此同时，魔都体育馆的一间会议室里，梁太交给球球的那封战书正安静地躺在桌子上。半个月的准备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心机罢了。这半个月就是他们用来自证清白的由头，省得到时候有人说他们是提前布局、精心准备。这么一分析，屋子里的所有人顿时恍然大悟。那我们要怎么做？既然接受了挑战，那这样就完了，多想无益。秦轩，你确定你们几个可以应付得来？你要知道，若是这事情一个处理不好的话，那网络上……您放心好了，我确定我们可以应对。行吧，那你们加油，我就不多说什么了。有什么需要的话，只管找我。在古富奎离开将房门关上之后，陈峰顿时就拉了一下自己的椅子，凑近了秦轩。这辈子除了金刚芭比羊之外，陈峰最佩服的就是秦轩了。轩哥，接下来我们干什么？去宁市带孩子们参观一些东西，先让他们确定自己对待他们各自对手的态度，然后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对手多强大，看看血脉能不能觉醒。还是那句话，输赢先不管，我要的是态度，是敢与不敢。说到宁市，陈峰和张健自然知道秦轩是要带孩子们去看什么。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国人可以内心毫无波澜地走完全程。3人约定好了去宁市集合，也就各自带着娃回家了。回家的路上，球球看着秦轩说道：爸爸，我感觉那些人好凶啊，我们是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他们吗？我们没得罪过他们，是他们得罪过我们，而且他们的过错不可被原谅。球球，爸爸带你去宁市看点东西，你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凶了。有些人是不能和他们交朋友的，虽然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也有好人，
可我们最好还是要时刻警惕着。我国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踏入那个地方的大门，就会不自觉地流泪、愤怒，那里就是731。接上集，秦轩接下樱花国的挑战后，3组家庭就相约来到了博物馆。不过刚下车，就看到一个涕泪横流的老人家。你们一定不要去和那个小国的人交朋友，和平来之不易呀！他们太狠太毒了。爸爸，那个爷爷怎么了？他想起了一些人一些事，他在告诫子女。等我们参观完了博物馆之后，你就会明白这个老爷爷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了。找了一个地方坐下，秦轩将位置共享给陈峰和张健后，就让球球去找不远处几个在石碑上划着玩的小朋友去玩了。不过没一会，一道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这都是谁家的熊孩子？拿这里当乐园了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上面的名字代表着什么吗？”怎么了？怎么了？你抓我家孩子做什么？我干什么？你们要不要看看你们的孩子在干什么？这上面都是烈士，都是英雄的名字，他们呢，竟然拿纪念碑当滑梯。孩子又不是故意搞破坏，这么凶做什么？球球，我们换个地方玩吧。别走，你家的孩子刚刚也在烈士纪念碑上玩滑梯的，必须让他给烈士道歉。还有你们也都要给烈士们道歉才行。道什么歉啊？不用道歉。老兵同志，您说什么？我说不用道歉，别说是纪念碑了，即便是用自己的墓碑给孩子们当滑梯，他们也不会生气的。他们打仗拼命，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快乐的生活吗？也许他们也想多和孩子们亲近一些。对不起，我刚刚有些失态了。谢谢你们。球球姐，涵涵，你没事吧？快起来。我没事，就是手机开不了机了。一个手机而已，回头重新买一个就行。别买了，我左下角免费领的新手机刚到，你先拿着用吧。Mate 60 Pro， 昆仑玻璃，嘎嘎耐摔。左下角能免费领这么好的手机？当然，你要是上线看不到领取界面，直接卸载。你看，这么多人都领到了，里头1万台 Mate 60 Pro 只要15天内达到320级，直接给你包邮到家，快去领吧。那我不会玩游戏咋整？这个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升级，所有神宠可以一键合成，任意小怪都能合成超级神宠，欧皇必玩。那你快教教我怎么领？你认准我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登录注册之后，就能弹出领取界面了。哎，真的有哎，那我现在就去领一个。不好意思，路上有点堵，来晚了。我们也刚到不久，3组家庭到齐，也就进入了博物馆里。秦轩更是化身解说员，给3个孩子讲解着历史事件、英雄事迹、惨烈战役、感人军民情等等。游戏玩得那么厉害，会的那么多，懂得又那么多，看来我只有在颜值上能跟他一较高下了。自信点，其实有一个方面，秦轩肯定不如你的。哪方面？脸皮的厚度。当行程结束来到出口，秦轩望着狭长漆黑的上坡，公道问道：“球球，你知道这个出口为什么设计成上坡，而且又黑又长吗？”为什么？因为那段岁月是黑暗的，是压抑的，就像这条通道一样。但这条通道又和那段岁月不一样，因为出口处有光。知道那光是怎么来的吗？不知道。是无数先烈用身体捅破黑暗，给我们换来的光，而他们选择了和黑暗同归于尽，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往上走，往前走，往出口走，因为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有他们打下的太平盛世。可是不管出口之外如何繁华，爸爸都想要嘱咐你一句。答应我，答应那些用命打破黑暗的人，别忘了来时的路，也别忘了留在黑暗中的他们。老伙计，我们用1条命就换来了这太平盛世，我们不亏啊。是啊，我们值了。娃娃们大胆向前走，替我们去看看人间烟火，替我们去看看这国泰民安。我们生在火地下，长在春风里，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不法不治皆为华夏，五行山药皆为信仰，愿以5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捍卫中华，捍卫中华，捍卫中华。回到酒店，3组家庭聚在一起，秦轩直接将手机里樱花国3组家庭的资料投屏在了电视上。萌萌，这个女孩叫轻舞，你要和她比赛，你敢吗？敢。那你怕输吗？不怕，跳舞本来就没什么风险，而且我也没那么娇气，我会努力的。他的话也让3个老父亲露出笑容。第2个人的资料是方子的，只见画面中方子各种赛事的奖杯、证书、获奖照片，无不彰显这个小女孩的武力值有多强大。不过资料刚播放完，
陈子涵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我要盘他。不愧是金刚芭比羊的闺女，虎母无犬女。涵涵，她可厉害得很，你要想盘她的话，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可要接受魔鬼训练了，不然就是去挨揍，老丢人了。没事，我找我妈，让我妈训练我，专业对口。最后一个就到了彩霞的介绍资料，一段彩霞站在发球机的对面，从各个角度接住发球机发出的乒乓球的视频，直接让房间里的几个人瞪大了眼睛。球球，如果说萌萌和韩寒有一定的概率可以赢，那么你可以说是根本就毫无胜算，你要接吗？那些名字被刻在碑上的人，他们在和黑暗同归于尽的时候，也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赢的吧。所以输赢另说，他们敢来挑衅，我就没理由闪躲，我不当逃兵。这么说，你们3个都同意了？好，现在是全国直播，你们已经没有了反悔的余地了。你们回去休息吧。轩哥，小孩们的资料看了，他们老爸的信息咱们还没看呢。挑战他们大人的事情，我心里有数，肯定会做到万无一失的。我觉得这事情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扛。你们3个先去隔壁房间晚会。今天带孩子们参观博物馆，让他们的内心种下一颗不忘过去、不惧将来的种子。其实我的内心也是非常触动的。或许面对这次的挑战，我们不一定能赢，可我们也想和孩子们一样迎难而上。我们要让那些来挑衅我们的人看看，不管他们是如何精心布局，我们都敢应战。想要欺负我们龙国人，没门。所以轩哥，这次就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并肩作战吧。秦轩，我也是这个想法，孩子和孩子比，大人和大人比，我们坦然迎战，就算是倒下，也得像个男人一样倒下。行，那就闺女对闺女，老子对老子。好。秦轩又将资料投屏到了电视上，3个奶爸排排坐，认真的看了起来，直至深夜，2人才回到自己的房间。爸爸，我们今晚就回家吧。为什么？因为时间不够用啊。方子从小就开始练武了，而我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更惨，方子爸爸都练了多少年了，你跟他的差距更大。爸爸，你会不会被打死啊？不会的，你妈妈那么凶，我跟她生活了那么多年都没被打死。跟那个武田的比赛也就几个回合，更不可能被打死了。陈峰，你，哎呀，坑爹啊你！洋洋，老婆，宝贝，我不是说你凶，我的意思是你，哎。说，那你是什么意思？你解释给我听。老婆，这正直播呢，我出去给你说。拿捏。今晚你们就回家训练，半个月的时间足够让你们脱胎换骨了。好耶，回家，我要立刻开始训练，我要变强，我要把方子的牙打掉。之后，父女俩收拾了一下东西，也没去打扰秦轩和张健，就直接连夜赶回了魔都。另一边，秦轩刚安顿球球睡下，口袋里的手机就忽然响起了铃声。秦轩，没打扰到你休息吧？没，古导演有什么事？你说。今天官方的人找我说，想让你们退出这场挑战。男人只是接受了樱花国的挑战，没想到整个国家的人都出来阻拦他。秦轩，刚才龙国的武术协会、舞蹈协会还有乒乓球协会都联系我们了。他们是不是想让我们3个家庭退出挑战，然后让他们那些专业的人过去迎战？对。所以结果是什么？我没同意，我当时都快和那些人翻脸了。可就在那个时候，那些人竟然同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和那些人说了什么，反正就是不让他们过来掺和，尤其不能打扰你。那些人就全都灰溜溜的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了。那可是国家级的组织机构，你想想，能让他们忌惮的人能量有多大？看来是有大人物关注到我了。对了，虽然那些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他们还是挺大方的，说是你们若需要专业的场地和专业教练的指导，都可以联系他们。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发给你了，剩下的你自己做决定好了。好。武术的话，陈峰有孟凡阳，应该不需要专业的场地和指导。我跟球球的话，我现在就可以领取关于乒乓球的奖励，训练球球自己就可以了。倒是张健和萌萌，他们还是需要专业场地和专业人员的训练提升的。思考了一会后，秦轩就将龙国舞蹈协会留下的联系方式发给了张健，他自己则是联系了龙国乒乓球运动协会。双方约定好了时间地点后，秦轩就直接沟通了系统。系统抽取关于武道和乒乓球技术的奖励。丁，恭喜宿主领取宗师级8级拳术，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8级定乾坤。恭喜宿主领取世界级乒乓球技术，从此你将踏上无敌的不归路。宗师级8级拳术，不知道威力如何？很不错。一夜无话，转眼就是黎明。
秦轩带着球球也上了赶往京都的高铁。也在这个时候，魔都的烈阳自由搏击俱乐部里，孟传阳一个跳跃回旋踢将陈峰踹飞了出去。韩寒，看清楚了吗？这叫回旋踢。回旋踢好厉害，妈妈再来一次。不用再来一次了，这种演示一遍就行了，多了会死人的。得行，韩寒，接下来的训练可能会很痛苦，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你是妈妈的骄傲，来穿护具。另一边，京都的舞蹈协会的训练馆里，10几个国家级舞蹈老师站成了一排。张健，萌萌选择了民族舞，你有想学的舞蹈类型吗？要不我学广场舞。说正事呢，你别闹。我是认真的。我觉得舞蹈并不只是单纯的炫技，它最重要的是表达情感。只要是可以将自身的情绪完美的表达，引起一些人的共鸣，那这个舞蹈就是好的。小刘老师，你能教我广场舞吗？广场舞也是舞，倒不如让广场舞走上一次国际舞台，说不定有奇效。当然呢，那我们现在就去训练吧。与此同时，秦轩和球球被带着参观完乒乓球训练室后，也进入到了正题。你应该是会打一点乒乓球的吧？会一点。会一点可是不行的，那个梁太还是有些本事的。这样吧，我跟你打一打，也让赵阳大哥看看你的真实情况，然后好针对你的情况制定对你的教学计划。好，你可要让着我点。我还是在中学的时候在学校打过几次乒乓球，之后就没玩过了。秦轩实话实说。雨水轻笑了一下，手里的乒乓球向上一抛，开始。你真的从初中之后就没玩过乒乓球？这家伙不会是要扮猪吃虎吧？真的，可能是我比较有天赋吧。好，那我稍微认真一些，咱们正经打一局。不用稍微认真，你就直接出全力就好。我想看看自己的短板在什么地方。秦轩，那你可准备好了？雨水要是真的认真跟你打，那你全身上下就都是短板了。对于水的技术，赵阳是非常认可的。他退役的第2年，雨水就强势突围，个人直接包揽了一整年所有世界级赛事上的乒乓球赛冠军。那一年被称为雨水年。没事，使出全力吧。好，全力就全力。一道道残影极快的闪烁，众人都是满脸的惊讶。这怎么可能？球球，你爸爸有专门学过乒乓球吗？以前不知道，反正是从我认识他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打乒乓球。怎么听起来这父女俩还不是很熟的样子？不行了，不能再打了，再打我都累死了。你很强大，让我难以想象的强大，我不是你的对手。想不到还发现了一个绝世天才。齐轩，你考虑过打职业吗？国家队想不想进？不了，我还要带娃。那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以后有事直接打电话。你需要我帮个忙，我需要你救个场啥的，也好联系。好，那我加您。不光是赵阳、雨水、雷云，还有在场所有的人都加了秦轩的联系方式。又说了几句后，秦轩看向了雷云。那我家球球就交给你训练了，他可是非常有毅力，能吃苦的。球球，给雷云姐姐表个态。勇敢球球，不怕困难，冲就完了。好，姐姐一定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你。你乒乓球打得这么好，你自己怎么不教球球打球？其实吧，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打球这么厉害的。之后，秦轩就被几个现役的世界冠军拉着又去切磋交流了，而跟着雷云留在了训练室的球球心情就不怎么好了，毕竟只有5岁。当持续做着挥拍击球那些单一动作到胳膊酸痛、汗如雨下的时候，球球的意志力逐渐崩塌溃散。累了吗，球球？那我们休息一下吧，姐姐带你弄点饮料喝去。你这打的是什么东西？没天赋还不努力，靠做梦拿金牌吗？以后别说你的梦想是拿世界冠军了，就你现在这个不想吃苦的状态，我劝你还是赶紧换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你实现不了。那个小孩来这里是为了梦想，那我呢？男教练的话让球球陷入了迷茫，可瞬间球球又想起了宁氏博物馆，想起了变成墓碑拖着自己在滑梯上滑行的先烈，想起了那一天那些人下战书时的傲慢表情。姐姐，我不喝饮料了，我们也来外面练球吧，和大家一起练。女人摘下手套走下擂台，可下一秒擂台上一大一小2道身影就抱在一起痛哭了起来。爸爸，你被打得好惨啊！都别哭了，我打人已经很累了，别让我心烦。原来2天前，樱花国的3名国家级运动员向龙国的3名奶爸发起了挑战，3名奶爸为了国家的荣誉，只好进行了魔鬼训练。而另一边，秦轩将球球送到了乒乓球运动协会训练后，自己则是来到了一个跆拳道馆，想检验一下自己刚获得的8级拳。你好，先生，请问您是报名学拳的，还是过来会客的？我是来踢馆的。先生，您是认真的吗？是的。那您稍等一下，我给您联系一下馆长。
我叫金全斌，是这家跆拳道馆的馆长，您贵姓？秦轩，从小酷爱武道，喜欢与人切磋，冒昧前来，请见谅。秦先生，您是自己开了武馆，还是在其他地方任教？不开拳馆，也没任教，闲人一个而已，主要是想要通过实战提升自己。好，那秦先生，咱们坐下谈。秦先生，不知道你想和什么段位的人切磋？学员还是教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馆长您切磋一下。哟呵！那我们去到场吧。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签署一份免责声明。可以。签了免责协议，秦轩跟着金全斌就来到了道场深处。金馆长，用不用让您管理的学员和教练们先回避一下？我怕到时候……不用，正好也让学员老师们观看实战，从中学习一些实战经验。那好吧，带护具吧。金馆长，你也把护具穿上吧。我不用，你把护具穿戴好就行。我一个黑带高手，还是馆长身份，你让我带护具，这不是恶心我吗？请。馆长，现在怎么办？我是直接装晕，还是爬起来？你们都去外面等着，我要跟秦先生闭门切磋。是。该死的，早知道就听劝了。等等，怎么了，老师？把护具给我拿来，走的时候把门关上。刚才让着你清场关门，穿戴护具你不肯，现在一个护心长学乖了吧？秦先生，我向我之前的态度说声抱歉，接下来我会尽全力，也请你不要留手。话落，他再一次冲向了秦轩，而此时道场的大门外，一群人都挤在了大门上的玻璃透光处。馆长好像没什么大碍，他又冲上去了。馆长又飞了。不是吧？那个秦先生还是用的那一招，他就只会这一招吗？你懂啥？龙国有句古话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把一招练到出神入化，也能无敌。门外的人议论纷纷，道场里金全斌一次次的飞出，直到5分钟后，金全斌抑郁了，因为他拼尽全力都没能碰到秦轩一下。不打了，秦先生威武，我服了。那好吧，说着，秦轩将金全斌拉了起来，朝门外走去。这次的切磋我学到了很多，金馆长，多谢你让我输了。秦先生谦虚了，我也是先生。那我就先走了，金馆长早点去看医生，您的肋骨那里最好是拍个片子检查一下。告辞。时间飞逝，转眼就到了樱花国带娃节目组战书中决战的日子。大家好，欢迎来到带娃直播节目《父爱如山》，我是主持人小妮。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过我还是要啰嗦一句，就在这里，在半个月之前，我们同意了一个来自樱花国带娃节目的联动请求，我们举办了欢迎会，可换来的却是对方的战书，这是什么？这小妮疯了，怎么不按照昨天定下的台本说？这是要干什么？小妮，别再说了。这是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而面对挑衅，我们要做什么？打回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没错，我们要打回去，就让我们为我们的3组家庭加油。一番言论直接让所有的观众热血沸腾了起来，而樱花国代表团人的脸直接黑了下来。白大牙喽，他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当初我们准备欢迎会，你们下战书，现在我们不搞欢迎会了，你又说我们态度不好，你咋这么贱呢？我们现在有请樱花国0后家庭上。等等，我有话说。我认输，我的女儿也认输。梁太鼓起勇气，总算是说出了这些天一直憋在他心里的话。没办法，因为就在上一集，他亲眼看到秦轩轻松的将龙国那些顶尖的乒乓球手一一击败的时候，他的道心就已经完全崩了。虽然认输丢人，可他更不想被别人零封，还次把球呼在自己的脸上。好，既然樱花国00后家庭自愿认输，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欣赏80后家庭2个萌娃之间的舞蹈对决。下面有请樱花国萌娃轻舞，他带来的舞蹈名字是樱花战舞。来我们的地盘跳战舞，这挑衅的意味简直不要太明显。是呀，这是真的不怕死啊！偌大的舞台上只剩下轻舞的小身影，随着小妮的一声开始，整个体育馆一下就安静了下来。队伍之前排练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跳得好好的，怎么现在跳成了这个鬼样子？你是不是故意恶心我，故意不小心的？给我住嘴！拓海，快叫救护车！武田先生，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我是樱花国公民，你们没权利抓我。但你是在我国犯的法，我国有权利逮捕你。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是一愣，而这时小妮的声音再次响起。由于突发情况，樱花国选手认输的认输，伤的伤，被抓的被抓，我宣布父爱如山3组家庭获胜。这些天不都白练了？
比赛戏剧性的结束，而秦轩几人接到古富奎的电话后，便来到了父爱如山的会议室。秦轩、张健、陈峰，这位是大蛮山一所小学的校长牛校长，他想通过我们节目让更多人关注到山区里的那些孩子们，想让你们去他们学校一趟。你们看，一所500人的学校，却连一个老师都没有，并且500名学生个个衣着破烂，更是还有2个人穿一条裤子的现象。这就是位于魔都西南的一所小学，因为位处山区，交通不便利，所以很少会有人来这里。这里的人也很少走出大山，就导致了教育资源和物质上的匮乏。而今天父爱如山3组家庭的任务，就是赶往这所小学，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帮助这个地方。爸爸，山区里好不好玩？有金丝猴和大熊猫吗？大蛮山没有大熊猫，也没有金丝猴，我们过去也不是去旅游，你可真是让我上愁。咋地？这咋还开始单押了呢？你要给我唱一段啊！我们这次过去是帮助那些山区儿童拉捐款搞慈善，你们3个可要好好表现呀。爸爸，山区的条件真的那么差吗？不夸张的说，就这个肉夹馍，你都已经不稀罕吃了，但那些山区的孩子，怕是连肉夹馍都没见过。有那么夸张吗？前2天专家还说，今年的人均存款已经达到了11万，怎么可能还有人没见过肉夹馍？我是不相信龙国还有那么穷的地方。秦轩，你想到拉慈善捐款的办法了吗？还没想好，等见到那些孩子再说吧。我倒是有一个想法，你不介意的话，我说给你听听。你说。山区的艰苦我们知道，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知道。我和萌萌的计划是对孩子们进行逐一的家访，真真正正的走进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困难都摆在阳光下晒一晒。我相信，只要他们的困境被人们发现，那就没有人会忍心再袖手旁观。你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你有什么看法尽管说，我肯定好好听。首先吧，你这个想法可行，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为山区的儿童拉到慈善捐款。但以后呢？以后？什么以后？以后的规划，人生的目标，我们拉慈善捐款是可以改善他们当前的困境，帮助他们挣脱泥潭。可挣脱泥潭之后呢？是继续站在原地等待重新陷入泥潭，还是努力奔跑？这才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秦轩的话让张健陷入了沉思，而这时车也已经到达了大蛮山小学。欢迎来到大蛮山，里面请。牛校长，咱们现在有几个老师？本来教育局派过来3个老师，可因为受不了这里的艰苦环境，就走了2个，现在只剩下李老师了。李老师在这里一待就是3年，这也导致他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李老师，事业虽然重要，可结婚生子也很重要啊。我们这的条件你们也看到了，哪好去耽误别人家的好姑娘呢？就是想找也找不到。这好办了，可以去爱聊看看，上面美女都是真心找对象的，都挺热情，也不要求你物质多好，主要看你3观跟人品合不合。这网上的能靠谱吗？当然了，人1.5亿用户大平台呢，你看，你选择同城匹配就可以配对到6个单身美女，都是女生主动找你聊天的，有喜欢的还能先视频看看样子，就1-2句的东西又不占什么内存，动手就能跟美女聊天了，大家都在附近，谈恋爱也方便。这可以，我待会有空去看看。爸爸，这里是学校吗？这不是学校，难道还是旅游景点吗？你们也别装了，来了这里不就是拍拍照，再随便丢点什么爱心物资就走了，糊弄谁呢？假惺惺！王凯，你说什么呢？本来就是。闭嘴！又一声大喝，王凯才算老实。牛栋梁赶紧看向秦轩等人，想要解释，却被秦轩摆手制止了。牛校长，你不用解释他为什么会那么说，我们也不会解释我们到底会怎么做。消除芥蒂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事实说话。咱们先看看住的地方吧。李老师，你先带着孩子们去上课。这房子都是一些村民帮着我盖的，矮了点，也丑了点，不过这个风挡个雨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我喜欢那一间房顶上的小草开花了，像童话里落魄公主住的房子。我选这个，这间房子最破，我爸爸最邋遢，加一起正好又脏又破。随着时间流逝，山村小学也到了放学的时间。爸爸，他们都不用爸爸妈妈来接放学吗？这些哥哥姐姐，他们不但不用爸爸妈妈来接，而且回到家里还可能要帮助爸爸妈妈干活呢。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帮助他们？现在吗？还是明天？别急，今天已经晚了，等明天吧。我们会正式和那些哥哥姐姐认识，并且走到一起，融入他们。爸爸，我们要怎么帮助那些哥哥姐姐呀？找你就。也就在众人聊得火热的时候，秦轩的电话响了起来。秦轩，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来到了魔都国际小学门口，现在学生们正在放学，要我现在就找一个孩子采访吗？好的，刘星，那麻烦你了。同学你好，我能耽误你20秒的时间问你一个问题吗？能说一下你的愿望吗？就现在想要立刻实现的。我想要一架波音747A，然后我自己当机长，在天上飞。好，那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来，奖励你1朵小红花。
刘星没有继续询问，也没再找其他人再采访，和秦轩打过招呼之后就挂断了视频通话。而秦轩这个时候却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朝着一个女孩而去。你好。什么事？没什么，我就是想问一下，你当前有什么愿望吗？迫切想要实现的那种。我想要一双白色球鞋。好，谢谢你的回答。我叫秦轩，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董焕之。轩哥，你是要帮他们实现愿望吗？我是想知道一个城市的孩子和一个山村里的娃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秦轩，你是有什么想法了吗？我想让这些孩子知道这种差距的存在，或许这样有些残忍，但是只要他们想走出大山，这种差距他们就肯定要面对。可以说说你的具体想法吗？下个月有一个青少年越野跑全国联赛，我打算让整个山村小学报名这个比赛。这个过程中我会让他们知道自己和城里孩子天生的差距，也会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来打破那些差距，要让他们赢。我要教会他们奔跑。我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他们还都是孩子，心性不成熟，还有点敏感，万一孩子们受到刺激一蹶不振了怎么办？我倒觉得秦轩的方法可行，现实本就是残酷的，只要你想要进步，那就必定要面对现实，并且付出代价，一味的保护只会让差距越来越大。这件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明天一早我给你答复。没事，不管牛校长如何决定，我们都会努力拉捐款，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条件的。话落，几个人同时笑了起来。时间飞逝，天色也慢慢的黑了下来。爸爸，你真的要带那些哥哥姐姐们参加越野跑比赛吗？他们要是不听你的怎么办？你老爹对付小孩的本事，别人不了解，你花钱买过那么多教训了，你还不知道吗？哼，你最厉害，就会哄小孩，骗自己闺女。